我带着华夏的山海经穿越斗罗大陆。当我召唤出东方神龙麒麟饕餮时，黑龙王吓尿了，罗刹神沉默了，海神缩了缩头，表示打不过。本来这一切谁都不知道，可由于我不小心看到比比东修炼双生武魂，他便对我起了杀心。这天夜里，他独自来到我房间内，准备对我动手。而此时我却突然收到系统的提示，只要能活过今晚，便能开启金手指。随即我便编了个理由，说能解决比比东双生武魂的凡事。比比东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他一开始并不相信一个10多级的大魂师能够解决他的世界难题，可看到我那与小刚神师的脸庞，最终还是相信我。我告诉他我需要准备，让他明晚此时再来找我。看见他离开后，我劫后余生般松了口气。与此同时，在我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完美完成了任务，即将为您开启金手指山海经5倍。只见在我的手心中静静飘着一本小小的古书，随即从古书里显现出一头神兽的身影，也是我觉醒的第一头山海经异兽白泽。神兽好似一头山羊，但却头顶长角，背后藏着狮子身姿。白泽缓缓消散，最终竟然成为了9枚魂环，缓缓漂浮在空中。最后一个竟然是100万年魂环，史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就这样诞生了。打死比比东也不会想，那个唯唯诺诺的大魂师，竟然在一天变成了众人敬仰。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获得最强山海系统认可，解锁终极任务统一斗罗大陆，任务失败则被抹杀。我人傻了，但随即一想，这个统一大陆又没说指定我统一。想到这，我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我可是知道整本书剧情的男人，只要阻止第一次猎魂行动，避免唐家和武魂殿的过境，到时候再把唐三招进武魂殿，到时候就算我不插手，天下大势所归必然统一啊！只要扶正比比攻，阻止猎魂行动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推算的没错，距离唐三出生，猎魂行动应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还得隐藏在武魂殿，要在第一时间得知猎魂行动的消息。确定了自己的计划，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一间极其奢华的房间内，比比东站在窗前，身上散发着如死海般的沉寂。良久过后，他轻声叹了口气，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魂师，在他脑海里久久归放远去。想到当年那个男人也是如此，在谈论到有关武魂的事情上，眼睛放光，散发出无比的自信。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比比东竟然在心里已经决定了放我一马。毕竟此时他还处于黑化边缘，就算之后彻底变成大反派，也是在罗刹神的影响之下。本质上，比比东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时间飞逝，夜幕降临，比比东迈着轻柔的步伐，准时来到杂役房。他看着盘膝坐在床上的我，面色如丝毫没有昨晚的杀气。比比东玉唇轻启，正打算开口说话，却突然发现这个大魂师好像变得不一样，说不出那里，但凭着警觉的第6感，竟让比比东的身体下意识绷紧。比比东心中想的是自己太紧张了，昨天他可以说非常确定，我就是一个天资平平的大魂师，不管发生了什么，也不可能让我实力突飞猛进。我伸了个懒腰，淡淡的说道：圣女殿下，您来要我命了吗？这句话另外一层含义，便是我并没有办法解决损失，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的一天。比比东的心底燃起一丝怒，可随即他缓缓闭上双眼，说道：你走吧。本来我还想激怒比比东，试试白泽武魂的威力，这下该如何是好？我咳嗽了一声，那啥，我真有办法解决反噬。明明许诺放我一条生路，可我还口出狂言，这让比比东不由得对我有些失望。我掷地有声的说道：敢问圣女殿下，昨天的您可是来势汹汹，为何今天却要放我这只蚂蚁一条生路？想来是圣女殿下觉得我和您心中的某人有些相似吧。比比东没想到我竟然直接质问，必是慌了什么？我缓缓起身，盯着比比东，不好意思，可真让圣女殿下您失望了。我和您心中的那个人可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最终比比东还是下了杀心，他不允许我如此践踏他的尊严。比比东武魂释放，他的身形发生变化，浑身上下被长着倒刺的盔甲覆盖，宛如一只巨大的蜘蛛。去死！比比东并没有留手，朝着我扑了过去。只见我身形一侧，整个人竟然好似消失了一般，躲开了比比东的致命一击。比比东心头拒绝，怎么可能？相差7时即是怎么躲过这一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出现在了比比东身后。白泽武魂附体，在我的身后缓缓出现了一本古书的虚，那本书封面上的字画已模糊不清，却又透露着一种深邃的意义。我整个人的气质因为释放武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白如雪，犹如天神降临。8红1金9枚魂环环绕着比比东，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这个大魂师竟然是一个封号斗罗，而且这配置还是他前所未见打破的武魂常规法，很吃惊吗？我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说话间我第一魂环散发出幸福的光芒。白泽武魂第一魂技白泽天降机，我整个人似乎化身为山海神兽，如同一道流星般冲向比比东。这白泽的第一魂技是极其纯粹的攻击技能，第4魂技荆棘朱铠。比比东第4魂环亮起，这是他最强的防御魂技，不仅会让铠甲变得厚重，上面的倒刺也会附着剧毒，碰到必死。然而在恐怖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化身的流星没有停留，直接洞穿了比比东的肉体。这场战斗在这1秒后已经结束。比比东喷出一口鲜血，再也没有作战之力。杀了我吧！比比东面如死灰，缓缓闭上双眼。我看着比比东毫无作战之力，心里叮咛，看来这白泽武魂还是很猛，第一魂技就能直接破了比比东。不过我自己的魂力也消耗了不少。进步我摇了摇头，缓缓开口：比比东，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是权力，权力是人最渴望的东西。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要站在金字塔顶尖，殊不知这条道路上堆满了森森白骨啊！你在这条路披荆斩棘时，你会丢掉很多东西，朋友、爱人，甚至是人类的亲人。我想现在你应该能相信我有实力解除反射吧？比比东点了点头。对方如此可怕的力量让他不得不信。我轻笑一声，但我不希望帮一个痴迷权力的野兽解开囚笼。这番话让比比东陷入了沉思。他突然发现这段时间自己
自己好像摩登了，心里除了恨什么都没有。比比东，我会帮你解决反噬，但我不希望你为了权力拿自己的全部作为交换，这样真的会很累。比比东没想到对方态度转变之快，脸颊掠过一丝绯红，他能感受到眼前这个男人在关心他，这种感觉他好久没有体会到。他匆忙转头冷哼一声，再说吧，你去床上。我指了指自己睡的那张床，你要干什么？比比东充满警惕地看向我，我翻了个白眼，想什么呢？圣女殿下，当然是给你解决反噬，不过事后需要你帮我解决几件事情。比比东点点头，这武魂反噬实在是太过恐怖，别说是几件，就算是几十件事情他也会答应。首先我要得到有关千寻疾以及武魂殿所有封号斗罗动向的一手信息。比比东瞳孔一佛，你要做什么？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不会影响到你。还有一件，就是帮我隐藏杂役弟子的秘密，如果自己封号斗罗的实力曝光，那么必定会受到武魂殿全部视线的关注。比比东点了点头，还有呢，这两个要求对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我摇了摇头，咧嘴一笑，没有了。比比东诧异，他本以为对方会狮子大开口，或是要求武魂殿长老的位置，可却没想到他要的竟然如此简单。见比比东犹豫不决，我出声道：“好了，我们快开始吧。”随后上床坐到比比东身后，比比东心头大惊，下意识就打算起身，可当他看见我面色开始变得苍白时，又冷静了下来，这是在凝聚精血。他心头震惊不已，要知道人的精血极其宝贵，贡献一滴需要用大量时间来恢复。他有点不明白，眼前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我缓缓张口，一枚金黄色的血滴缓缓飘了出来，那枚精血缓缓飘到比比东身前，里面蕴含着极其恐怖的能量。此刻我虚弱的说到：“快吸收！”比比东不敢大意，强行稳固心神，吸收其精血。当他将精血融入身体时，一股极其霸道的能量遍布全身，比反噬时恐怖10倍的剧痛从身体各处传来。此时的比比东才明白这滴精血有多珍贵。恭喜宿主触发任务，获取比比东行任务奖励山海宝库10连抽。我眉头一皱，这都是什么任务？此时的比比东不会信任任何人，就算到了最后，他也是只相信胡烈那里。这让我如何取得比比东的信任？只能用苦肉计了。比比东疯狂地吸收那滴精血，这股力量实在是太猛，几乎是让他几次面临险境。感受着身体内逐渐弱小的力量，比比东松了口气，他缓缓睁开双眼，眼神变得古怪了起来。此时的顾晨竟然就在不远处，正在为他护，面色苍白虚弱。窗外传来一声鸡叫，这一吸收竟然用了1个晚上时间。1个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顾晨竟然没有休息，而是为他护法，这样是极有可能损失根基的。怎么样？我咳嗽了2声，恰到好处的擦去嘴角的异物腥，见他竟然咳血了。比比东的声音轻柔了下来，已经突破封号斗鲁，还需要时间稳固。这一滴精血竟然能够让比比东直接提升10级。不仅如此，比比东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变得焕然一新，得到了淬炼。这份礼实在太过贵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比比东犹豫再三，还是问了出来。我咧嘴一笑，你知道吗？人在最倒霉的时候是会走运的。说着凑到比比东面前，指不定是老天爷看你太惨了，派我下来保护你吧。看着近在咫尺的我，比比东慌了。此时的他好像能听到自己心脏急促的跳动。你要干嘛？我无奈的指了指他坐着的床，我说：“圣女殿下，这是我的床，我都为你护了1晚上了，也该让我睡会觉了吧。”比比东如受惊的兔子一样飞快起身，一脸不满的看着你，显然是发现你是在逗你吧。我倒也不在乎，直接倒到床上。比比东正打算说点什么，就听见微微的鼾声，看着你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熟睡。比比东叹了口气，转头就要离去，没走2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停在原地，玉手微微一抬，一床被子轻飘飘的搭在了我的身上。随后比比东不再停留，眨眼间便消失在了杂衣房。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山海宝库10连抽。这一觉我睡得很沉，醒来已经到了黄昏，感受着被子上的清香，我缓缓睁开了双眼，活动了下胳膊，那股虚弱感竟然消失了，也就是睡一觉的功夫，精血后遗症竟然直接消除。这山海经果然够苦，至于什么后遗症根本不可能。为了获取比比东的信任，自己可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想到获得的山海宝库10连抽，我兴奋地搓了搓手，这不得出点好货。系统我要抽奖，我没有吞吞鼠的习惯，相信自己是一个欧皇，欧皇都是一发入魂的。在我的眼前缓缓出现一道捕捉魂后的大门，门上篆刻着无数晦涩难懂的字符。推开大门，若其中露出金色光芒，则是抽中传说山海广；若是紫色，行了，我都懂。我打断了系统，开玩笑，长这么大什么抽卡游戏没玩过？老天保佑啊！要求不多，给我来个双黄吧。说着，我奋力一推，大门缓缓打开。看着一道白光从门缝中出现，我差点晕了过去。这特么的也太黑了吧！别说是紫色，好歹报个蓝色也可以。10连抽全白，我气得直哆嗦。恭喜宿主获得无用的岁月，恭喜宿主获得风化的藏，恭喜宿主获得半根树枝。一个10连抽竟然给的都是点破烂玩意，狗日的系统就没有个10连保底吗？要知道正常的抽卡游戏，为了让非球星太空洞，10连都会给1个子，这倒好，别说是紫色，连个蓝色品质都没有。恭喜宿主解锁成就，蓝精灵都不给获得1张山海宝录。听完我脸色一黑，虽说得到了个成就，但不知道为啥他就是高兴不起来。最后1张是囤够10张，还是一发入魂了？看着山海宝库的大门，我纠结了起来。现在完成任务送的10连已经全军覆没，是了，下的1张山海宝录还是完成成就给他。你他喵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心里想着，猛地一推大门，就当大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一道浑厚的声音从门里传来。我连忙看向门内，刹那间一股金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出货了！我心头狂喜，没想到真能一发入魂。金光萦绕了许久，才缓缓散去，一朵洁白无瑕的莲花静静地漂浮在空中。恭喜宿主获得山海珍宝9瓣静心莲。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我接过莲花仔细打量起来，不由一阵纳闷。说实话，这朵莲花可以用朴实无华来形容，除了比普通的莲花要白一点，好像没啥特点。看着看着，我突然感觉
这朵白莲好似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人深陷其中，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宇宙当中，周围的一切显得是如此渺小。这一个恍惚吓我一跳，心有余悸地把白莲收进山海经里。就在刚刚，我好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竟然在缓缓消散，似是要融入这天地之间，太可怕了。这山海经的宝贝果然都不简单，如果盯着莲花时间久一点，甚至可能会人间蒸发气。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我心中问道。回答宿主：九瓣镜星莲是山海经中常游山的生物，每生长1瓣莲瓣，需要吸收900年的山精之气，在山海保护中排行第42。使用方法多种，最简单的就是摘下莲花瓣服用。九瓣镜星莲的强大之处在于，无论什么境界，服用都会有质的飞跃，使用者境界越高，效果越强烈。也就是说，等级越高，服用的效果就越好。这么强的宝物才排到42名，是不是太低了？宿主你错了。如果说九瓣镜星莲仅只有这点作用，压根就无法在山海保护排上。九瓣镜星莲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其中蕴含着一缕宇宙之气。如果悟性极高的人能够顿悟这股宇宙之气，一夜飞升也不是没有可能。听到系统的解释，我倒吸一口凉气。这山海经不就是一本记载着远古时期地质的奇书？仔细一想，山海经的作者不详，诞生年代不详，这本书上有着太多谜团，细思极恐啊。随后我便开口问到系统：那你知道山海经究竟是谁写的吗？回答我的是一片短暂的沉默。全场肃穆，之前的欢声笑语在这一刻通通化为崇高的敬意。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朝拜，叶南天在短暂的错愕之后，他一人静静地矗立在原地，神色庄重地承受着来自那汹涌澎湃的尊敬。此刻，另一边，唐三的魂环吸收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豆大的汗珠如雨点一般源源不断地划过他的脸颊。如果走近仔细观察，能够发现这些细密的汗珠中夹杂着猩红的血色。此刻的他，脸颊惨白的宛若将死之人，但少年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的意志崩溃，即便他清楚自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这就是越级吸收魂环的代价吗？此刻，在他的体内，自我意识不断和人面魔蛛的残念鏖战。之前激烈的战斗本就消耗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而如今这贸然越级吸收的副作用很快便显现了出来。不行，我不能输，我还要去找小五，我不能倒在这里。瞬间，唐三的周身一道红光闪烁，一柄通体散发着苍茫黑光的锤虚影出现在少年的身后。精神即将涣散之际，他的意识看着面前出现的黑色小锤，随即下意识的紧握，狠狠地朝着对面的残魂轰击而去。轰！体内传出一声轰鸣，紧接着虚空之中隐隐回荡起一道凄厉的惨叫。许久，唐三缓缓睁开了双眼，一道焕然一新的紫色魂环浮现其身后，少年长长舒了一口气。至此，这次危险的魂环吸收算是宣告成功了。起身活动一番筋骨，他盯着面前死气沉沉的人面魔蛛尸体，眼神中浮现出一道嘲讽之色。2000年的魂兽也不过如此。咦？就在这时，魔蛛尸体之内闪出一道隐匿的亮光。唐三见状，立即上前查看。在扒开尸体之后，少年瞳孔猛地一缩，眼眸中闪过一道浓浓的震惊之色，竟然是外附魂骨。另一边，戴沐白背负赵无极，带领着众人撤到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区域。这里大多分布的是10年、100年左右年限的魂兽，对于他们来说亦是安全区域。老大，咱们回去怎么交代啊？小五被抓走了，唐三还有那小子都失踪了，院长他们知道了可怎么办啊？马红俊来到戴沐白身前，怨天尤人道。此刻，所有成员的脸上皆是写满了哀伤与担忧。这次意外实在来得太过突然，谁也没有想到，一向待在核心圈的10万年魂兽会突然降临中外圈。这种恐怖的存在，即便是寻常封号斗罗秦林，也多半会选择退避三舍。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突然，戴沐白感觉到身上的赵无极一动，他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发现对方已经苏醒过来，他连忙将其放下，随即高声道：“赵老师，你醒了。大家都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吧？”赵无极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心自己的学生，而在听到他的话后，众人皆是撇过头去，不敢与其对视。意识到气氛不对，赵无极环视一周，发现队伍之中唐三、叶南天、小五3人尽数不在。一瞬间，一种不好的念头在他的心头悄然冒出，他赶忙向着众人吼道：“叶南天他们这3个小崽子呢？”众人一时间没有勇气来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最后，还是戴沐白出头，硬着头皮向赵无极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听完，赵无极周身魂力怒震，来自魂圣的威压没有丝毫克制，压得众人有些喘不过气。真是胡闹，胡闹！怒火夹着心急，随即没有任何犹豫，他转头看向众人道：“你们有谁愿意跟随我一起去找他们？作为老师，我不做强求，不愿前往的人现在就立即离开森林，赶快回去。我愿意，我愿意。”5人此刻齐刷刷地表示同意跟随，而看着面前这5个眼神中闪烁着真诚坚定的少年们，赵无极瞳孔先是一缩，随即他嘴角微微上翘，赞扬道：“这才是我史莱克的学员，都是不怕死的怪物。”魂骨的吸收相较于魂环来说要轻松许多，一方面是吸收完魂环之后的唐三，此刻的境界已经彻底稳固在魂尊之境，其魂力无论浑厚程度还是其量都得到了质的提升，这给他魂骨的吸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而最重要的是，在迈进魂尊关口的那一刻，他的精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而这2大法宝最终才得以支撑着他顺利的吸收这难得的外附魂骨。不知过了多久，唐三周身闪烁着的光芒逐渐隐去，所有的气息此刻全都收敛进自身。随后，少年缓缓睁开双眼，锵！一道清脆尖锐的金属声响起。唐三回头看去，只见自己的后腰肋骨处8道如钢刀般锋利坚韧的猪毛静静地收敛在身后。下一秒，随着少年的心神一动，猪毛竟神奇般的随着他的意念活动起来。短暂的驱使后，少年很快便习惯了这道外附魂骨的存在。现在的他就像是在驱使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任何顿挫，一切宛若浑然天成。不愧是魂师珍稀物排行榜第2的存在，这等神奇定能为我的战力增添一大助力。一瞬间，之前心里的阴霾一扫而过。正所谓富贵险中求，现在的他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老师，我看见小三了。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唐三转头定睛一看，赫然发现不远处，戴沐白等人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赶来。沐白哥，赵老师，大难之后再遇故人，那种经历生死的感觉让少年感到一阵欣喜。而在众人走出树林时，入眼便是一片狼藉。马红俊盯着不远处人面魔蛛的尸体，怔怔道：“这难道是小三你猎杀的？”听闻，唐三笑而不语地点头默认。众人一听，皆是倒吸一口冷气。要知道，人面魔蛛一直都以阴冷剧毒成为无数魂师心中的噩梦。每遇见几人缠斗间出现死伤，那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他竟能单挑对方，甚至击杀，尤其还是以一名大魂师境界的实力，这等成就怎能不令人感到震惊？而这时，一旁的赵无极看出了端倪，他盯着眼前的唐三，随即询问道：“你不会是越阶吸收了他的魂环吧？”此话一出，众人瞬间一惊，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汇聚在少年身上，眼神中的好奇想要迫切知道答案。而唐三也没有藏拙，微微一笑，随后说道：“虽然过程很是凶险，但所幸有惊无险。”简单的2句话，但是在场的人都能明白少年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自理论界得出结论，魂师第3魂环的吸收上限为1700年，超过这个上限，吸收魂环的危险系数会直线飙升。很多魂师就死在错估自己的极限，贸然强行吸收，最终导致武魂破碎，生死道消。这万年来，已经有无数人向世人展现这一悲惨恐怖的结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冒如此大的风险越阶吸收了。胡闹！赵无极听闻，脸上不但没有任何喜悦之色，反而严厉地训斥起唐三来。面对着老师严厉的呵斥，唐三并没有表现任何不满，相反，他深深地向赵无极鞠了一躬，随即解释道：“事发突然，我为救小五心切，不得已如此。学生知错，以后绝不再犯。”见少年态度诚恳，赵无极的脸色稍显缓和，随即问道：“现在魂力多少级了？”“32级。”“32？难不成你小子还有别的收获？”赵无极能够看出，这死去的人面魔蛛
充其量也就2000年的修为，即便是越阶吸收，在魂力层面也带给不了唐三太大的提升。赵老师慧眼如炬，什么都瞒不住您。枪！说罢，一道幽冷的黑光闪烁，伴随着清脆尖锐的金属声，乌黑坚韧的八蛛矛瞬间自其身后冒出。见状，众人下意识的退后，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究竟是何物，如此的阴冷诡谲，只是看着都感到浑身阵阵毛骨悚然。此刻，赵无极的眼神之中充斥着震惊，他绕着少年端详片刻，随后怀疑的问道：“这是外附魂骨？”正是。此话一出，众人的眼神之中再次闪过浓郁至极的震惊。每一副外附魂骨都是极其稀有的存在，不同于6大部位魂骨，外附魂骨天然独立其存在，并且往往会给予使用者意想不到的威力，同时还不占用6大魂骨的位置，可谓是每一位魂师都梦寐以求的宝物。震惊之后，所有人的看向唐三的眼神中充满着喜悦与羡慕，这是属于他的机遇，也是他历经生死的馈赠。赵无极上前拍了拍唐三的肩膀，一脸严肃道：“好好使用这副外附魂骨。”哇，大家都在啊！唐三，恭喜啊！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众人闻声看去，只见叶南天带着小舞出现在众人面前。唐三等人冷冷地看着两人出现，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呆滞。下一秒，唐三猛地窜到小舞身边，不由分说，少年紧紧将少女拥揽入怀，他的头贴在小舞的肩膀上，身体止不住的颤抖道：“小舞，我担心死你了，我还以为……”唐三此刻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但是他的喜悦与不舍，少女能够感受得到。这时的他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眼含热泪的与唐三相拥在一起。一旁的叶南天此刻也识趣的来到赵无极身旁，在两人温存之际，他向着众人讲述了他与小舞事先商量好的经历。听完，纵使心中任有百般疑问，但是赵无极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毕竟少年所给出的已经是最接近现实的答案，剩下的只会更加离奇怪异。随后，众人在赵无极的带领下安全的离开星斗大森林。此次猎魂之行虽然历经波折，但所幸无人伤亡，甚至收获了很多意外之喜。在弗兰德听完赵无极的汇报之后，他也是站在窗前，久久不能平静。或许这一届的小家伙们真的可以给这个大陆带来惊喜吧。回到学院之后，众人便再次回归正常的教学生活中来。时光匆匆，转眼半月已过。今天在晨练之后，唐三被弗兰德单独叫走。回来之后，少年身旁出现一位灰衣长袍的中年男子，胡子拉碴，黑色的短发略显凌乱，所幸头顶的帽子将其遮住大半。男子一脸严肃，眼神刻满着饱经风霜的沧桑。在看见众人之际，男子的目光先是落在叶南天之上，直到少年看向他时，对方才转而扫视起众人。这时，弗兰德上前隆重介绍起对方的身份：“嗨，这是新来的老师，他是魂师理论界当之无愧的大师，所拥有魂兽相关的知识，我相信无人能出其右。同时，他也是我多年的好友。好了，头衔就说到这了，小刚，剩下的自我介绍就不用我来了吧？”弗兰德说完，中年男子轻轻点了点头，随即说道：“我叫玉小刚，今后负责大家的理论学习，同时我也会参与到你们的团队建设中来。我会用我的毕生所学来教导你们，但我的要求也会极为严苛，希望你们能做好准备。”紧接着，他将手搭在一旁唐三的肩膀上，看着少年，他的脸上罕见地露出一丝微笑。小三早年就跟随我修炼，我的一些教学方式，你们可以多多向他询问，大家相互磨合，我相信我们最终能打造一支惊艳世人的魂师战队。一番介绍下来，众人对玉小刚算是有了个初步模糊的认识。散去之后，众人纷纷围着唐三询问起玉小刚的事情，而第一次被众星捧月的唐三心里也是一阵满意欢喜，这种久违的感觉他很喜欢。
午饭后短暂的休整，下午便迎来了玉小刚的首次教学。众人列站在一排，神色庄重地等待着大师的发言。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你们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这个很重要，关系到你们接下来战队的形成。一听这话，叶南天已经知道了这位大师想要干什么，他眉头一挑，随即看向远方，心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今天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天黑之前，穿着锁魂甲，背着这些，从学院到索托城跑10个来回。此话一出，除了唐三和叶南天，众人的脸上皆是一阵泄气。他们本以为这位享誉魂师理论界的大师能有什么惊天之举，没想到还是弗兰德之前的那老一套。面对这样的安排，众人的脸上皆是闪过一道不愿之色。对此，玉小刚置若罔闻，他指着一旁堆砌的锁魂甲，随即一脸严肃道：“在我的课堂，你们必须绝对服从，违者立刻逐出学院，这是弗兰德给我的权利。”闻言，众人脸上的不悦更甚。而这时，唐三作为其座下大弟子，率先一步踏出，向着锁魂甲堆走去。而有了他这个先锋模范，众人也清楚，胳膊终究是拧不过大腿。纵使心里对这种无脑的训练百般厌弃，他们还是选择了乖乖听命。不过，大家在穿上锁魂甲，背上装有花岗岩石块的铁竹筐后，便意识到这次训练的难度有多么巨大。从学院至索托城约莫5公里左右，1个来回就是10公里，10个就是100公里。这等路程相比之前绕城3圈还要多出足足40公里啊！如果只是这么跑，那还没什么。这段时间的锻炼下来，众人的身体素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即便是之前的绕城3圈，也不会像一开始那般跑下来精疲力竭了。但是这次的训练还加上那沉重的花岗岩，50斤左右的重量压在众人身上，即便是站着也极具消耗着体力，更不用说是背着它跑上100公里，这是要整死人的节奏啊！老师，我有个提议，宁荣荣和奥斯卡都是辅助型魂师，而他们的负重我们这些战魂师相等，这不合理吧？小五看着一旁的宁荣荣一脸吃力的样子，作为朋友的他于心不忍地向着玉小刚发出抗议。而听闻少女的话，玉小刚只是轻轻扫了他一眼，道：“随时都可以选择放弃，直接退学即可。史莱克只教怪物，不教废物。你好了，小五，老师这么做肯定有他的安排，咱们先上路，之后再商量对策如何。”就在小五准备发火之际，一旁的唐三这时牵起少女的手，一脸严肃道：“自从小五得知上次自己被2名抓走后，唐三不顾生命危险去找他。他回来之后，和少年之间的关系便愈发亲密，甚至2人已经开始有了些往男女之情发展的苗头。尤其是近期，2人的关系渐入佳境，小五对于唐三的话几乎都是百般顺从。于是，在听闻少年的意见之后，小五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选择默认接受。一行人就这么上路，前半段还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里程数的递增，唐三等人的精神以及精力都渐渐地达到了极限。而最先崩溃的就属奥斯卡和宁荣荣，由于武魂特殊的缘故，他们的体魄本就逊色唐三他们这些战魂师不少，再加上已经背负着50斤的负担奔走了接近50公里，他们的肉体和意志此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见状，身处队伍位置第2的唐三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起来。他明白，这是老师给自己创造的一个增强团队凝聚力、占据团队核心位置的绝佳机会，他必须好好把握。荣，你把石头分我一点吧。这时，奥斯卡晃晃悠悠地来到少女面前，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向少女索要石块。不行！宁荣荣此刻连说话都极为吃力，但还是拼尽全力拒绝了少年。好了，你们就别再这演苦情剧了。来，小妞，把石块分给我吧。马红俊此刻凑到宁荣荣身旁，此刻的他满头大汗，源源不绝的汗液顺着他肥硕的脸颊滚落而下，再加上他那一脸略带猥琐的笑容，
宁荣荣只是看一眼就别过头去，不忍直视。见状，马红俊不禁更加大胆，一步横挪，再次与宁荣荣的距离拉近。胖子，你什么意思？离荣荣远一点！奥斯卡通红着脸怒斥道。他没想到这个死胖子竟这时候还有心情泡妞，最关键的是还当着他的面挖墙脚，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即便他有心抵制，却根本无力反抗，自己尚且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去帮心爱的姑娘驱赶这只肥苍蝇了。突然，就在这时，奥斯卡感觉自己身体一轻，他诧异的转头看去，赫然发现叶南天正不断的从他竹筐中拿取石块。南天哥，你这是干什么？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吗？当然是帮你减轻负担啊，那老师又没说不准这样做，大家都是朋友，互相帮助应该的。紧接着，叶南天又转头微笑着看向不远处的马红俊，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从荣荣身旁离开，否则下场你应该清楚。话音刚落，马红俊脸上的肥腻笑容瞬间一滞，下一秒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少女身旁狼狈而去，转而奔向戴沐白，想要寻求庇护。走开啊，胖子，你身上热死了！老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谁让你招惹宁荣荣的，活该！叶南天就算一巴掌把你拍死，都是死有余辜。哇，连老大你都不管我了，我马红俊彻底没人爱了。少年此刻发出一阵哀嚎，顿时为这沉闷的跋涉增添一丝喜庆。这时，叶南天来到宁荣荣身旁，不由分说，他将少女竹筐中的石块毫无保留地装进自己的竹筐之中。整个过程，少女一言不发，低头看着地面，脸颊极为红润，一时竟分不清究竟是热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正在对前的唐三此刻发现了少年的这一举动，他的瞳孔猛地一缩，随后紧咬下唇，眼神之中闪过一道决意，不能等下去了。下一秒，唐三来到马红俊面前，将从他的竹筐中拿出一部分放进自己的筐中。少年见状，不等唐三反应，直接上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一瞬间，炽热顺着对方粘稠的汗液瞬间传遍全身。唐三刚刚反应过来，便深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片灼热、湿润、油腻的海洋。好不容易挣脱对方的怀抱，原本就浑身是汗的唐三，此刻身体上下遍布着对方油腻、粘稠的汗液，甚至隐约间，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味如鼻涕一般粘在他的身上，挥之不去。少年强压住心中的恶心与怒火，硬生生的挤出微笑道：大家都是同学，互帮互助应该的。嘿嘿，我就知道你小子不错，放心，以后咱一起去索托城玩的时候，我给你带路，保证让你大饱口福的同时还能大饱。嘿嘿。马红俊没有明说，但是他眼中那道怪异猥琐落在唐三的眼中，他哪能不知道对方所说的具体内容。小脸一红，少年尴尬一笑，随即敷衍了事的寒暄了一两句，便回到小五身旁。小五，我来帮你也分担一点吧。谢谢小三。其实，在唐三靠近的一瞬间，由于其身上沾染着的马红俊的汗臭味，少女本能的眉头一皱，但是为了不寒少年的心，她还是选择装作没有闻见。两人就这么并排的走着，一如往常那般亲密。而此刻，戴沐白也反应了过来，他气喘吁吁的一点点窝到朱竹清的身旁，随即尴尬的咳嗽了2声，便不由分说，伸手向少女的竹筐中拿取石块。啪！在手刚伸进筐内的那一刻，少女的无情铁手直接袭来，精准命中戴沐白的手背。滚！一声阴冷生硬的拒绝，少女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戴沐白一眼。而吃了如此闭门羹，一向心高气傲的星罗皇子瞬间脸色一沉，一声冷哼后，他一脸阴翳地回到队伍的最前端。见状，唐三眉头一皱，戴沐白的举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的是，朱竹清竟对他有如此成见，可想而知，两人之间必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那一道巴掌直接打乱了他心中的部署安排，一时间，少年选择继续蛰伏。
他就像一名专业猎手，安静地等待着下个出手的好时机。第一次分配过后，原先险些掉队的二人在叶南天的帮助下得以跟随着队伍继续跋涉。但时间一点点流逝，很快在里程还剩下最后10公里的时候，众人接连来到了体能意志的极限。此刻额外承担着部分小五和马红俊重量的唐三，他的体能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从一开始的慢跑到快走，再到如今的脚步虚浮，身体都不自觉地开始左右摇晃起来。一旁的小五见状，心疼地上前，不由对方拒绝，直接将其中自己的包括马红俊的那部分通通装进自己的竹筐之中。小五，不行！唐三上前想要拿回10块，但少女一个箭步，直接和他拉开了一个身位。见其这般，少年虽有心，但是已经无力上前阻止。这一刻，不仅是他，其他大多数人的状况也差不多。朱竹清此刻的步伐比之唐三要更为虚浮不定，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帮助。虽说武魂是擅长进攻的幽冥灵猫，但是这样的长途负重跑还是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这时，走在最前端的戴沐白瞥见了朱竹清此刻的状态，少年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忍，但是一回想到之前那道生猛冷硬的巴掌，一股无名之火便在他的心中燃起，让他这一刻选择了回避忽视。视线逐渐恍惚，少女的眼皮已经开始发颤，她的意志此刻来到了崩溃的边缘。忽然她只觉周身一轻，猛然回头看去，叶南天一脸微笑的出现在她身旁。老师说了，必须全员抵达，我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失礼了。说完，不等对方反应，叶南天直接一把将剩余的10块通通装进自己的竹筐，随即一步踏出，瞬间和少女拉开了几个身位。朱竹清怔怔地盯着那道宽厚的背影，这一刻的他有些不知所措，但不知怎的，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涌上心头，让他的身心顿觉一阵轻松。此刻，叶南天大步流星地向着队伍前端走去。这一刻的他背负着奥斯卡、宁荣荣、朱竹清，包括自己的10块，却如同无物一般。甚至如果停下观察他此刻的状态，都看不到他的脸颊上泛着一道汗珠。而这多亏他平日修行的神象镇狱劲，这段10日的修行，他体内已经觉醒了上百万枚威力。如今的他，只是肉身就已经丝毫不逊色魂王境界的强者。很快，少年来到小五身旁，不等对方反应，他直接抄起其筐中的大半10块，随后便潇洒离去，退居至队伍的末端。少女冷冷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她咬了咬下唇，没有多说什么，转头继续负重前行。而刚刚少女回望的这一幕，精准地落在了唐三的眼中。少年冷冷地看着他，他不明白小五看向叶南天的眼神会是那么复杂，一种他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表露的情绪。少年越想越迷茫，此刻的他早已将什么增强团队凝聚力、成为团队核心的想法抛之脑后。他在想，小五是不是背着他和叶南天有什么接触？想着想着，唐三的身体竟发出阵阵颤抖，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深呼一口气，竭尽全力平复着内心的情绪。而此刻，戴沐白也注意到叶南天的举动，他看了看小五那空了大半的竹筐，又看了看朱竹清那空无一物的筐篮。这一刻，恼怒、嫉妒、不甘、懊悔，统统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击着他的内心。他的双拳不自觉地紧握，随后看向末端闲情信步的叶南天，眼神中闪过一道阴冷。此刻，夕阳西下，弗兰德和玉小刚已经站在城门等候着众人。小刚，你的这个训练是不是太沉重了啊？100公里还背着50斤的负重，我真担心这些小家伙们撑不住啊。放心，我对他们有信心，他们跟我们不一样，身为怪物就要用怪物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他们懂得团队的重要性。话音刚落，夕阳下8道身影徐徐出现在两人的视线。见状，两人笑着对视了一眼，随即负手而立，安静地等待着8人的到来。呼，为首的戴沐白率先走来，
紧随其后的就是小舞和朱竹清，两女手挽着手并肩前行，而唐三已经落在队伍的第3排。此时的他正与马红俊挤在一起，对方宽厚肥硕的身体死气白赖地紧贴着唐三身躯，一时间他就像是一根细瘦的拐杖，支撑着一团硕大的肥肉前行。唐三眼神中满是嫌弃与厌恶，但是他的体能已经到达极限，能够走到这全凭意志在苦苦支撑。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额外推开马红俊的力气。如此，他只得任由其那油腻粘稠、散发着阵阵汗臭的身体死死地贴着，同时内心祈祷快点到达终点。而身处队伍末端的叶南天三人同样手挽着手，宁荣荣和奥斯卡此刻分别走在少年两侧，各自挽着其一只胳膊。看着身旁宛若搀扶着病人的两人，叶南天的脸上时不时闪过一阵无奈之色。其实，在宁荣荣提议来搀扶他的时候，叶南天就说了自己可以承担。但是今天的少女那股子执拗劲仿佛又冒出了头，不听他的解释，执意上前挽起他的手臂，美其名曰是帮他减轻一点负担。毕竟两人的重量此刻通通都是由他在承担。而一旁的奥斯卡见状，哪好意思袖手旁观，他照猫画虎，学着少女挽起了他的另一只胳膊，于是就有了如今这奇葩的画面。见到队伍这样散乱的分布，玉小刚脸上的笑容逐渐隐去，随之出现的是一道浓浓不满与疑惑之色。怎么了，小刚？见到老友这般表情，弗兰德疑惑道：“不该是这样啊，如果是互相扶持，队伍不会是这么散乱的状态。哎，不应该啊。”这时，戴沐白拖着沉重的身体，一脸萎靡地晃悠到两人面前，他颤抖着身体，期期艾艾道：“我们完成了。”扑通！说完，少年应声倒地，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弗兰德见状，连忙驱动魂力褪去少年身上的竹筐及锁魂甲。他心疼地看着趴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戴沐白，随即向着玉小刚低喝道：“这群小崽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没完！”而这时，其余众人也接连行至两人面前，除了叶南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沉重的疲惫感。能够撑到现在，足以证明他们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远超常人的强大。老师，我们完成了。唐三说完，便和一旁的马红俊同时昏迷了过去。弗兰德立刻也将两人身上的负担卸去。随后，两人意识到有5位学员尚未倒下，他们脸上先是闪过一阵错愕与疑惑。但是看到4人空落落的竹筐以及叶南天竹筐中纳满的快要溢出的石块时，便瞬间明白了一切。玉小刚微眯着眼看向叶南天，眼神深处涌出一股浓浓的不满与意外。他不满的是对方竟然破坏了他的计划，而意外的是他竟能毫不费力地承担足足5个人250斤的重力，跋涉100公里。这等体魄实在是让他大开眼界。你倒是聪明，知道去分担其他人的重量。学生擅作主张，如老师不满意，尽可责罚，学生绝无怨言。话虽说的诚恳，但是任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挑衅意味。一听这话，玉小刚眼神中的厌恶不禁更甚，随即冷哼道：“你并未做错，学员间互相帮助，值得称赞，你做得很好。”说罢，他上前抬起昏迷着的唐三，便拂袖离去，留给众人一道孤傲的背影。弗兰德见状并没有说什么，他无奈地看了叶南天一眼，随后便带着剩下的人返回学院。不知过了多久，唐三迷迷糊糊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感受到周身各处传来的阵阵酥麻，他下意识呻吟一声，随即意识逐渐清醒。这时，他发现自己正泡在一个充满着青绿色液体的巨大木桶之中。你醒了，感觉有什么异样？见自己的弟子苏醒过来，玉小刚上前询问起他的情况，就是浑身痒痒的，其他就没什么了。这是苦灵芝的功效，它能帮你加速身体的恢复，同时消除一些隐疾。这次训练辛苦了。一提到训练，唐三脸上的神色一顿，随后低下了头，神情黯淡道：“对不起老师，我没能把握住机会，让您失望了。失望？你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师怎么会失望呢？我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本想着在大家撑不下去的时候伸手帮扶一下，这样好建立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少年没再说下去，自责与懊悔此刻巨细无遗地表露在脸上。玉小刚见状，笑着俯下身抚了抚少年的头，道：“三儿，你不用太自责，能够成为团队的核心当然最好，事在人为，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这就够了，你不用太自责。”见弟子还沉溺在消极的情绪之中，玉小刚话锋一转，问道：“能和我说说那个叶南天具体的情况吗？”一听到这3个字，唐三的头猛然抬起，他的眼神中闪过一道深深的敌意。回到学校之后，饥肠辘辘的众人在一番胡吃海塞后，算是恢复了些许元气。而叶南天饭后选择返回宿舍，继续打坐修炼神象镇狱劲。在尝到这部圣王神功的威力之后，他对于其修炼兴趣越发浓厚。皓月当空，繁星闪烁，皎白温和的月光静谧地倾洒在学院的操场之上。奥斯卡和宁荣荣并肩漫步其中，两人一人抬头，漫无目的地欣赏着夜空的美景，一人低头踌躇满志，似乎在犹豫着什么。终于，少女再也忍不住这寂静的氛围，向着旁边的奥斯卡喝道：“小奥，你再不说，我就回去休息了，我好累的。”一听这话，少年似乎鼓足勇气一般，他猛然抬头看向少女，一脸真挚诚恳道：“宁荣荣，我喜欢你。”听闻，少女神色一震，紧接着她慌乱的低头左顾右盼起来，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而一旁的奥斯卡一直在观察着少女，他想要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喜悦，但是他找了许久，依旧是一无所获。这时，少女抬头与奥斯卡对视，她神色复杂，深吸一口气后缓缓道：“小奥，你是好人，好人。”一听这话，少年一时间不知道宁荣荣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他觉得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说明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还是不错的，自己是有机会的。一想到这，少年的眼睛顿时闪过一道兴奋的光芒，他仿佛就要看到自己的春天到来了。但是奥斯卡，我们不合适。此话一出，少年直接愣在原地，他刚刚心思还在云端，而这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将他拽进了无底深渊。一时间，两人之间陷入了死寂之中，一种难言的尴尬在其中蔓延。哈哈，没事，我就是说着玩儿的。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也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再见。说完，奥斯卡转身头也不回地向着宿舍楼跑去。宁荣荣站在原地，紧咬着下唇。她清楚少年此刻的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是这是感情问题，如果因为害怕破坏感情就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那样只会让他陷入误会之中。此刻的快刀斩乱麻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以后该怎么面对小奥啊？这时，宁荣荣觉得自己刚才生硬的拒绝有些鲁莽了，她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毕竟两人的关系在史莱克一众学员间一直都是第一梯队，这样做难免伤到了对方的自尊。但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问题就是不能拖着，有时候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直接反而可能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顿时，宁荣荣一时间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好烦。第二天，当叶南天从床铺之上修炼完毕的时候，他下床看见奥斯卡正两眼无神地盯着上铺的床板，黑眼圈浓浓地挂在他的眼周，泪沟处2道深深的红印清晰可见，整个人憔悴中透着阵阵凄凉与绝望。这咋回事了？小奥，出什么事了吗？叶南天凑上前去询问道，而少年也木讷地转过头，一脸生无可恋地看向他。南天哥，话还没说完，奥斯卡一把上前，不由分说，直接抱着叶南天的腰嚎啕大哭起来，那样子像极了受委屈的孩子，哭声震天。很快，
叶南天就感觉自己的腰部传来阵阵湿润温热之感。随后，在叶南天耐心的开导下，少年不停抽泣的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一切。听完后，叶南天怔怔的看着一脸委屈的奥斯卡，他默默的抬起右手，伸出大拇指给少年比个赞。小奥，你真牛！怎么了？呜呜，连你也笑话我？我不活了！呜呜！青春期的少年就是如此脆弱，一次表白的失败就能让其寻死觅活。看着奥斯卡此刻如此可怜的模样，叶南天微微一笑，随后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小奥，你和蓉蓉认识还不到2个月就表白，对方拒绝也在情理之中啊。毕竟你们都还没有那么熟，现在充其量也就是处得比较好的朋友。你这时候表白会吓到对方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就是太操之过急了。那怎么办啊？我话都说出去了，现在这样，以后都没脸见他了。”听闻，叶南天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事到如今，两人之间多半是回不到从前了，只希望时间能够消除两人之间的隔阂。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到来，谁也说不清楚。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晨练之中，宁荣荣有意的避开奥斯卡，她和小舞、朱竹清一同，就连叶南天也因为在奥斯卡旁边也被其选择避嫌了。而两人之间尴尬的气氛很快也被小舞、唐三等人精准的捕捉到。仅仅只是一顿饭的功夫，宁荣荣就在小舞使尽浑身解数的狂轰乱炸下，迫不得已讲出了昨晚的事情。早饭过后，所有人都知道奥斯卡表白失败了，这让少年越发的郁闷，直接躲在宿舍不敢再露面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之后才有所改善。这一天，弗兰德和玉小刚经过商议，决定带领众人前往索托城大斗魂场。许久未出校门的众人在得知要前往索托城的时候，皆很是兴奋。毕竟在一个环境待久了，自然会对外界的一切心生向往。说干就干，中午刚刚做出的决定。吃过午饭，两人便带领着众人来到索托城。城内一如既往的繁华，各色商贩在街边卖力的吆喝着，各种各样奇异的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众人穿过拥挤的大街，很快便来到了城市中心区域。放眼望去，不远处矗立着一座高大宏伟的环形建筑，自下到上约莫100米之高，如同古罗马的斗兽场一般。风化的墙体镌刻着历史的厚重，自其中时不时传出高昂激烈的欢呼声，摄人心魄。在未进之前，就能感受到这种热血沸腾的激昂。众人先是前往登记处进行注册，除了戴沐白和马红俊早就是会员，其余人皆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所。注册完毕后，弗兰德先是放任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手去感受斗魂场的氛围。对此，大家的劲头很足，每个人都卯足劲想要大显身手。叶南天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他本想挑选一个和自己境界差不多的选手，但是就在他准备递交申请的时候，宁荣荣的声音忽然叫住了他：“南天哥。”叶南天转头，带着些许疑惑道：“怎么了，荣荣？你不和小舞他们组队吗？”小舞他和唐三一起了。朱竹清说他想要进行单人战，我和戴沐白、马红俊又不是很熟，所以我现在只有找你了。说罢，少女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叶南天，那双漂亮的粉红大眼睛一眨不眨的，楚楚可怜的模样极为惹人怜惜。那好吧，咱们组队吧。我就知道南天哥最好了。见其同意，少女直接兴奋地上前抱住叶南天的手臂，俏脸的红晕，弯成月牙的美丽瞳眸无不透着欢喜。就这样，两人结伴在双人战处递交申请。不一会，广播就叫到了他们两人的称号，请琉璃和龙皇两位选手前往5号擂台。走在一段狭长的通道，听着不远处传来的阵阵粗犷的嘶吼，宁荣荣此刻感到一阵害怕。她下意识贴紧叶南天的身体，想要寻求一丝慰藉。别怕，我在呢。叶南天拍了拍少女的肩膀，他注视着前方，眼神中没有畏惧，反而充斥着兴奋。而在他没有看到的地方，宁荣荣此时转头看向他，眼神中闪烁着别样的意味。两人很快穿过通道，
在走出的一刹那，海量的光线涌入，照得两人一时间有些睁不开眼。但是在适应了之后，他们还是被眼前人山人海的场面所震撼到。环顾四周，自地面到高处，一圈宽大高耸的花岗岩石壁上，层层堆叠的看台将中间的擂台包围其中，无数哨声、嘘声、欢呼声、咆哮声混杂在一起。寻常人见状，可能直接就会被这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吓得双腿发软。宁荣荣此刻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每每看见一旁叶南天眼中那种毫不掩饰的自信，不知怎的，他的心里就生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而正是这种安全感，支撑着他坚定地站在这个擂台，这个充斥着刀光剑影、血与火的修罗场。此刻，自通道的另一侧，缓缓走来两道身影。当对方走近时，对方的着装吸引了叶南天的注意。两人身着相同样式的火红劲装，其左胸纹绣着精致的火焰图纹，搭配着两人强壮凶悍的模样，可谓是压迫感十足。哼，那细狗旁的小妞长得真好看，待会儿结束的时候，咱们去搭个讪怎么样？小心行事，这里是斗魂场。哼，他们两个一看就是新手虫，我感觉只需发挥50%左右，就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你就等着看吧。哎，你这个性子，早晚得吃大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着，眉宇间丝毫不见任何紧张慌乱之色，而这些落在宁荣荣的眼中，令少女的眉头不禁一皱。没想到他们一上来就碰到赤火学院的人，我已经能看见他们凄惨的下场喽。赤火学院，他们很强吗？何止是很强，作为大陆6大高级魂师学院之一，那里汇聚的都是1等1的天才，尤其他们这种擅长玩火的魂师，那战斗力都是冠绝同级。你说他们强不强？此刻，赤火学院的人登场时，观众就仿佛一看到结果一般，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向着他们倾斜。而这些有些许落到宁荣荣的耳中，少女听闻不禁眉头一皱。此时，本场的裁判走上擂台，高挑的身姿如胡杨一般笔直的挺立，嘴巴边缘2抹精致小巧的八字胡微微翘起，为其严肃的面容增添了一抹喜感。他先是看了眼赤火学院的两人，像是相识一般点了点头，随后转身向着叶南天两人道：“你们是第一次来斗魂，规定我就不赘述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点到为止，别下杀手。”说到最后的时候，裁判转头递给赤火学院的两人一个眼神，像是在说给他们似的：“放心吧，老莫，那么漂亮的小妞，我们可舍不得，我还想要她的住址呢。”而自始至终，叶南天始终静静地站在原地，他微笑着，一言不发间竟是淡定从容。叮，发布随机任务，请宿主在3小时之内连续完成10场斗魂，系统会根据完成度给予奖励。哇，您可终于出来了！你要是再不发布任务，我都快把你忘了。宿主切莫心急，随机任务有一定的触发概率。好了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您忙您的去吧，等着给我奖励就行。和系统闲扯完之后，叶南天看向不远处的赤火学院两人，自顾自的喃喃道：“10场啊，啧，南天哥，什么10场啊？”宁荣荣好奇地询问道，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少年。叶南天只是微微一笑，随即俯身凑到他耳边低语道：“咱们给这些人开开眼怎么样？”啊，什么意思啊？就在少女想要继续询问的时候，裁判的哨声突然响起，嘘，斗魂开始。随着一声令下，赤火2人周身瞬间魂力一震，一只火狼与一只火豹的虚影徐徐显现在两人的身后，紧接着4道象征着100年的黄色魂环自脚下升腾而起，呼吸之间，两人便完成了武魂附体。见状，叶南天两人也不含糊，只见宁荣荣周身荡漾起一道七彩绚烂的光芒，随即代表最强辅助武魂的7宝琉璃塔自其身后缓缓浮现。与此同时，叶南天身后一道青金光芒激荡，一条浑身闪烁着神光的青龙威武霸气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没想到今天竟然能碰到7宝琉璃宗的，看来是捡到宝了。
周巡看着宁荣荣，眼神中尽是掩饰不住的贪婪，仿佛对方已经是他的掌中玩物一般。小心一点，那男的武魂有些怪，别太轻敌。周坤神色凝重地盯着叶南天，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对面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少年，身上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好，哥，他就交给我吧。说完，周旋一步踏出，浑身燃烧着烈焰的他，宛若一只追猎中的豺狼，饿虎扑食般向着叶南天袭杀而去。受死吧！见状，叶南天微微一笑，下一秒，他周身白光，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见到少年如鬼魅一般毫无征兆的消失，周旋的脸上闪过一阵错愕。就在他疑惑之际，一道声音在他耳边骤然响起：在战斗中分神，下场可是很惨的哦。刹那间，叶南天出现在周巡身侧，他一拳打出，精准地落在少年的胸口。轰！一声惊天巨响传来，擂台周围的一处角落瞬间烟尘满天。待其散去之后，众人发现一道身影死死地嵌在其中，定睛一看，正是周巡。全场寂静，台上的观众都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目光此刻有些呆滞，因为他们想不通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那个少年已经被死死地嵌在墙壁里了呢？整个5号斗魂场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就连裁判此刻也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叶南天轻轻弹了弹身上的灰，随后转身看向不远处呆立在原地的周坤道：哎，别犯浑，我要进攻了。说罢，下一秒白光一闪，少年再次如鬼魅一般瞬间消失。见状，周坤来不及震惊，他立刻全神贯注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呼呼，沉重的呼吸自伴随着细密的汗珠均匀地从他的额头冒出，肾上腺素在这一刻疯狂分泌，致使他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他手持着一对月牙弯刀，就像是猛兽的利齿，锋芒毕露间处处透着小心翼翼。他再也不敢将其当作寻常对手来看待，他明白今天是遇到能人了，不是怪物，我要出手喽！如同恶魔的低语，在叶南天的声音传入周坤的耳朵的那一刹那，他没有犹豫，奋力挥出手中的弯刃，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挥砍而去。唰！锋利的刀刃在虚空之中飞速划开一道银月，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砍中任何东西，所有的力道全都打进空气之中。而这时，叶南天瞬间出现在他身侧，一如刚才对付周巡那般，只是朴素的一拳挥出，目标直指其胸口。砰！就在这电光火石间，周坤的另一把弯刃竟在这刹那横在其胸口，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瞬间，巨大的力道顺着弯刃传递至全身。这一刻，周坤只感觉那不是一拳，而是一座山，一座他无法翻越、无法抵抗的巨山。下一秒，火光四溅，尘烟四起，周坤直接被这轻描淡写的一拳逼退到擂台边缘。这已经是他竭尽全力再做到的。噗！一道猩红的鲜血喷出，周坤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如果不是他在第一时间运转第二魂技进行抵抗，现在的他多半已经倒地不起。你究竟是谁？自始至终，除了那如同幽灵般诡异的突然消失，他再也没有感受到对方身上丝毫的魂力波动。也就是说，自始至终，他都是在用纯肉体之力向他挥出这一拳。但也就是这一拳，需要他使尽浑身解数才能勉强化解，这是何等的力量啊！叶南天，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学院，我记住你了。说罢，他举起右手，随即向着裁判高声道：我们认输，不想认输也不行啊，这等实力差距，再不认输，周坤都不能保证自己能不能活着走下这个擂台。他是来斗魂赚积分的，不是来送死的。在收到少年的认输指令后，裁判回到了场地中央，他看向叶南天所在的方位，眼神中的震惊久久不散。我宣布，本场的胜者是龙皇琉璃。话音落下，整个场地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太快了，从开始到现在，连3分钟都没有，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这在整个斗魂场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要知道，能够被安排在一场进行对战，主办方那都是充分参考双方的年龄、武魂、魂力以及魂环配置的，而这些都是在注册时需要严格检查的，不可能出现年龄悬殊过大或者魂力差距过大的情况。而纸面上的信息更是显示，周坤、周巡两兄弟在年龄上还要比叶南天大2岁。但没想到的是，结果会是如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只是一个照面便直接废了一个赤火学院的种子学员，其后更是逼得其兄长周坤不得不认输，也落得自己弟弟那般下场。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呀！突然，一道掌声从贵宾席传出，紧接着，所有人就如同被感染一般，纷纷鼓起掌来。掌声越来越激昂，几个呼吸的时间便演变成山呼海啸的嘶吼与欢呼。无数观众在此刻纷纷起身，向着少年送上自己最热烈的掌声。叶南天漫步回到宁荣荣的身旁，少女此刻瞪大着双眼看着他，眼神之中闪烁着浓浓的崇拜之情。南天哥，你太厉害了！激动之下，少女放下了羞涩，跑到叶南天的身边，挽起他的手臂，兴奋得像个孩子一般欢呼雀跃道。感受着对方此刻的欢喜，叶南天也笑了，但是下一秒，他拍了拍宁荣荣的肩膀，一脸严肃道：“荣荣，我想和你商量个事情。”“什么啊，南天哥？”少女面带潮红，一脸好奇兴奋地问道。“我想在这个场子一直打满10场。”一听这话，宁荣荣身体一怔，一时间她有些理解不了少年所要表达的含义。愣神了一会儿的功夫，他的瞳孔突然猛地一缩，随即不敢置信地看着叶南天道：“难道说你要打擂台赛？”“我想试试。当然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先回去，到时你就去找小武他们组队吧。我想在这里挑战一下自己。”听闻少年此言，宁荣荣一时间陷入了犹豫之中。擂台赛一直都是斗魂场最危险、最惊心动魄的赛事，狩猎者可以选择连续打几场，但最少不低于3场，每场间隔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而狩猎者一旦提交申请，无论是否还有余力，都必须战满方可结束。这就导致很多魂师战到最后，哪怕精疲力尽、负伤累累，也依旧要继续战斗，直到打满场次为止。因此，擂台赛自诞生以来就是造成死伤最严重的赛事，久而久之，而它也被世人亲切地称呼为死神的镰刀，而每一个狩猎者都被称为刀锋舞者。当然，巨大的风险背后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收益，只要狩猎成功，会得到平常场次3倍的积分奖励。而积分在全大陆所有的斗魂场是通用，它的用途很是广泛，不仅能提升称号级别，而且能够兑换一些有价无市的宝物，比如灵草、魂导器，甚至是魂骨。南天哥，你真的想好了吗？宁荣荣抬起头，紧张地看着少年，他真的害怕这只是少年的一时兴起，毕竟擂台赛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递交申请，可没有反悔的机会。当然了，看着少年眼眸中那无比自信的神采，宁荣荣先是低下了头，在久久思量之后，她紧紧攥着衣角，猛然抬头，一脸决意道：“好，我愿意。”这时，周坤已经将嵌在石壁中的周巡费力地扒了出来，他一瘸一拐地扛着昏死过去的弟弟。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之前走出通道时的意气风发，有的只是无尽的落寞与凄凉。与此同时，在得到了宁荣荣肯定的答复之后，叶南天微微一笑，随后转身向着裁判走去。见少年走来，裁判的眼神中闪过一阵疑惑：“有什么事吗？”“裁判阁下，我和我的队友经过商量，决定进行狩猎，场次定为10场。”话音刚落，裁判瞬间一愣，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他怔怔地看着少年，震惊万分的同时，眼神中飞快闪过一道兴奋。“你确定吗？”叶南天听闻，轻轻点了点头，随即一脸轻松淡然道：“我想试试。”看着少年眼神中的自信，裁判的嘴角的小胡子微微一颤，眼神闪烁间，
他向着少年投去敬佩的目光。等我回来。说罢，裁判转身疾步向着专属通道走去。而这时，场上的观众见到这般场景，不禁开始疑惑起来：这是闹哪出啊？比赛不都已经结束了吗？不知道啊，是不是闹出人命了？我看那小子挺惨的，都被打进石壁了。这可是斗魂场的花岗石啊，品质可都是万里挑一的，那么坚硬，我感觉这小子不死也得至少在床上躺半年。今天真是开了眼了。说实话，我还想看他继续打下去。你是说擂台赛是吧？可能性不大，那可是要签订生死协议，很容易出事的。他们看着还那么年轻，估计没有这个胆量敢干出这种事情。我看不一定，谁还没有年少轻狂过？要不咱俩赌一赌，看看他会不会选择进行擂台赛？好，赌就赌，我出1枚金魂币，赌他不敢。可以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行，我跟。两人的赌局很快就在周围传播开来，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也被吸引过来参与其中。不一会儿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赌局。很快，裁判返回，此时的他手里捧着一张羊皮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黑体的文字：这是擂台生死协定，我还是要嘱咐你一句，一旦签订，你就必须完成协定中的场次，哪怕你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也必须打满10场，这其中的风险，希望你能明白。叶南天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不带任何犹豫，上前接过递来的鹰尾羽笔，在署名一栏豪放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他将羽笔递给了一旁的宁荣荣。少女接过笔后，先是一顿，虽然眼神中带着不安，但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署名栏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协定生效，两人已再无任何反悔的余地。裁判郑重地将协定收进自己的储物扳指之中，随即他转身向着台上的万千观众高声道：“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历史。就在刚刚，本场比赛的胜者龙皇与琉璃决定进行擂台赛。”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紧接着便爆发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与咆哮。而那个笃定叶南天不敢进行擂台赛的赌徒，此刻面若死灰地瘫坐在自己的座位之上，而就在他的身旁，那名赌赢了的赌徒美滋滋地收下了这毫不费力的金魂币。不仅如此，这位勇士挑战的不是3场，不是4场、5场，而是10场。让我用最热烈的掌声给予这位勇士最大的支持。此刻，斗魂场大厅，看着面前不远处悬挂在大厅实时变动的水晶面板，两人皆是陷入了长久的震惊。这才过去多久，叶南天那小家伙就获胜了。玉小刚没有说话，而是转头再看向一旁唐三所处的3号斗魂场。此刻那一栏依旧是一片黑暗，这说明他们还胜负未分。这时，他的脸色忽然一沉，随后道：“弗兰德，这叶南天究竟是什么来头？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听他自己说是来自某个隐士家族，但是具体细节他也不愿意往外说，我们也不好多问。隐士家族，龙妹武魂最强的家族就是我蓝电霸王宗，他再强能强过上3宗？这我不知道。这小子的武魂东方青龙，我也是闻所未闻。你知道这个武魂吗？”玉小刚听完摇了摇头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武魂存在着变异，有太多变异类型还没有被发掘。但是通过这段时间我的观察，这小子的武魂绝对是顶尖兽武魂的存在。至于和我族蓝电霸王龙相比，孰强孰弱，这点只能通过实战才能得出结论。哎，一个唐三都已经让我够头疼的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奇葩的叶南天。关键两人的定位还都是控制系魂师。小刚啊，你要我该怎么办啊？小三怎么了？难不成唐昊来找过你了？”闻言，玉小刚神色一震，瞳孔瞬间猛地一缩。他没想到这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昊天斗罗竟能为了儿子亲自暗访，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量着实不少啊！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我啊！玉小刚猛地向后依靠，他双眼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好一会儿，他猛地起身，
表情严肃地看向弗兰德道：“叶南天必须赶走。”啊，那么天才的一个学员，我脑子坏掉了，为什么要赶他走啊？你既然见过唐昊，应该知晓他的身份了吧？昊天斗罗是很强，唐三的天赋也很出众，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的确闻所未闻，但蓝银草终究是蓝银草，即便是先天满魂力，小三的未来依旧堪忧啊！他要是能继承他爸的武魂，该有多好呀！谁跟你说他没有继承他爸的武魂的？这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贴身的弗兰德才能够勉强听清。那他要是继承那个武魂的话，怎么会是蓝银？说着说着，他神色忽然一震，紧接着他不可思议地看向玉小刚，声音颤抖道：“双生武魂。”闻言，玉小刚笑着点了点头，一切自在不言中。哇，终于结束了！小三，多亏了你及时用蓝银草把我拽了回去，不然我肯定就着了他们道了。嘿嘿，那当然了，我们是搭档嘛。不过小五，你的第三魂技好厉害哦，竟然能将那么坚硬的花岗岩地面砸出一个大坑。这力量要是落在他们身上，估计我们早就能结束战斗了。你这第三魂技叫什么名儿啊？那个啊，叫坠天。坠天真是好名字，你能遇到通臂白猿真是好运啊。对呀，嘿嘿。两人手挽着手并肩回到弗兰德两人面前，而这时见到唐三两人胜利归来，两人停止了谈话，起身微笑着送上祝贺。不错，旗开得胜，你们不愧为我史莱克的学员，小三做得不错。而这时不远处一旁的通道，其余等人也纷纷结束了战斗，他们无一例外皆是漂亮的赢得了胜利。看着面前这群斗志昂扬的少男少女，弗兰德和玉小刚皆是露出一道满意之色。咦，蓉蓉和南天哥呢？奥斯卡左顾右盼寻找着两人的身影，但是视线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一无所获。而就在他的声音落下之后，众人也意识到两人的缺失，当即也纷纷开始寻找两人的身影。难不成他们还在战斗？是遇到强敌了吗？马红俊此刻疑惑道。说不定就是个花架子，只知道躲闪和探测。他和宁荣荣组队陷入持久战，也在情理之中。戴沐白明里暗里的嘲讽道：“这也不怪他这么认为，毕竟自始至终叶南天都没有在众人面前展现出什么充满杀伤力的一幕，他更多的则是担当边缘辅助。至于和赵无极之间的对决，也都是在一直闪避，没有过任何正面的对抗。因此他认为叶南天是个花架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时听见戴沐白这么评价叶南天，唐三的心里暗自一喜，不过他明面上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只是嘴角微微向上一翘，眼神中涌现出阵阵不屑。不，他们已经完成了2场，现在估计是在打第3场。这时弗兰德的声音传来，唐三脸上刚刚露出的一丝笑容瞬间凝固，他不敢置信地看向院长，眼神之中充满着惊恐。这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已经完成2场，怎么可能这么快？这一刻，戴沐白心态有些崩了。作为老早就注册成为斗魂场会员的他，深知其中的一些潜规则。每场斗魂的双方实力都不会相差过大，魂力最多偏差在1、2级，而武魂则会尽可能处在同一层次，即便有所高低，也和魂力一样，不会相差过大。双方相差实力如果不大的话，其一场战斗时间最少都是在10分钟往上，而他们从开始对战到现在总共不超过15分钟。这短短的1刻中，他叶南天竟然完成了2场比赛，这速度就跟闹着玩一样。一时间，戴沐白都有些怀疑叶南天是不是斗魂场主的亲儿子。对，必须是亲儿子，私生子绝对不会有这种待遇啊！这就是在强行造神啊！而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唐三，此刻的想法还是不相信。作为刚刚亲历的人，他清楚能来这里进行斗魂的，不是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就是有着过人天赋，而两者兼并的也有，但是凤毛麟角。而他唐三自认为自己是那小部分凤毛麟角的存在，
但是在和小五组队斗魂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险象环生的惊险瞬间。虽然最后漂亮的赢得了胜利，但是也花费了足足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承认叶南天在某些领域，尤其在精神辅助以及速度上超过自己，但也仅此而已。对方也就这2个魂技，他不相信除此以外，对方还有什么能够惊艳世人的东西。但是玉小刚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将他心底的这道信念彻底击碎。弗兰德说的没错，我和他一直关注着你们的比赛，从一开始大约3分钟左右的时间，叶南天就已经完成了第1场比赛。不过他似乎并没有选择退出，而是继续参赛。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在打第3场了。老师的话无疑是盖棺论定。唐三听闻后，心里再也没有任何侥幸，嫉妒、不甘、震惊、惶恐、疑惑，种种情绪复杂的交织在他的心头，令他感到阵阵不安。这怎么可能？平均5分钟就解决一场战斗，斗魂场主办方脑子出问题了吧？马红俊不可置信道。作为老手的他，也是清楚斗魂场运行规则的，但是直到现在，哪怕赤裸裸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也依旧执拗地认为这是斗魂场的问题。他们似乎都在下意识有意地否定叶南天的实力。叶南天很强的，他能做到，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我相信他。这时，小五和朱竹清纷纷出声，叶南天证明。两人的举动，尤其是小五的发言，不知怎的，唐三听后心里就是感觉一阵强烈的不舒服，但是他也不好发作，只得暗自苦闷的憋着，画在脸上，形成一道久久不散的阴霾。而见到自己的学员大多持着这种态度，弗兰德的眼中隐晦的涌出一道失望。或许在他们这些天才眼中，承认他人比自己更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一直都怀着这样心胸的话，弗兰德很担心他们在魂师一道恐怕难以走得长远。玉小刚此刻的想法和弗兰德一致，不过在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一直没有做出明面上的表态，他还是感到些许安慰的。随后他神色恢复严肃，接着道：原地休整一番，等叶南天和宁荣荣结束战斗以后，我再做安排。是。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转眼间距离唐三他们出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中，众人看着水晶面板上那显示的龙黄游离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如此反复循环了6次，平均间隔都在5分钟左右。他不会是在打擂台赛吧？原本以为少年连战3场只是一时兴起，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还有第4场、第5场。直到现在，第9场已经结束，依旧见不到叶南天、宁荣荣的身影。这时，众人终于明白，他是在打擂台赛，还是10连战？胡闹，真是胡闹！弗兰德站起身，低吼道，他脸上满是焦急，生怕叶南天他们在里面出什么事。毕竟两人的身份都不简单，宁荣荣更是7宝琉璃宗的大小姐。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以宁风致的脾气，他这个史莱克今后别想再办下去了。甚至对方一怒之下向其索命，那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到这，弗兰德就心急则乱，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弗兰德，镇定！玉小刚此刻起身来到他的身旁，安慰道：叶南天那小子虽然有时候喜欢做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沉稳的。再说了，既然他已经在打擂台赛，生死协定已签，这种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得了了。放轻松，我觉得他敢这么做，心里肯定是有把握的。虽然叶南天在学院处处压自己弟子一头，令玉小刚早就心生不满，甚至已经坚定要找机会将其逐出学院，但是在看见老友此刻焦急的样子，他还是选择说些好听的来宽慰对方。毕竟他们是多年的好友，而现场能够说得动他的也只有自己了。玉小刚的话果然管用。听后，弗兰德渐渐恢复了平静，他重新坐回座位，眼睛始终盯着那块水晶面板上龙皇与琉璃2个称号。此刻5号决斗场上，叶南天和宁荣荣并肩站在满目疮痍的场地之上，无论是地面还是周围的墙壁上，裂痕如爬山虎一般遍布其中。
无数大坑小坑更是星星散散地分布在场地之上，焦土、血迹、碎裂的石块，无不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场场战斗的激烈。而此刻站在其中的两人则是完好无损，甚至连一角都没有出现任何的破损。全场寂静，周围的观众此刻早已麻木，他们默契的无声注视着场地中央的两人，眼神中除了呆滞，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的情绪。怪物，这就是个怪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在那小子身上走过3招，那些可都是高等魂师学院的翘楚啊！他不会是斗魂场主的亲儿子吧？趁着场次间隔的时间，观众不禁开始议论纷纷。但是无一例外，没有人再说少年的任何负面之词。叶南天早已用他那绝强的实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宁荣荣此刻身体微颤地站在叶南天身旁，此刻的少女面色潮红，嘴里微微喘着粗气，兴奋无可抑制地流窜在她美丽的眼眸之中。已经连战9场，她此刻的精气神不但没有任何衰败的迹象，相反，此刻的她双手掐腰，俏丽的小脑袋高高抬起，像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老虎，眼神中毫无惧意，大有比拟天下之势。从小到大，作为一直被呵护在温室中的花蕊，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天这样酣畅淋漓的大胜。虽然他做的都是一些边缘辅助的小透明，叶南天才是为他吸引了全部火力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这种身临其境的参与还是让他觉得这里面有他的贡献。对，就是有自己的贡献，自己好歹也一直在出力呀。想着想着，少女越发的笃定，随即脸上荡漾起阵阵得意之色。一旁的叶南天见到少女这般，不禁好奇笑着问道：“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呀？”嘻嘻，当然是待在南天哥身边呀，我们好厉害哦！不，是南天哥厉害，我家南天哥最厉害喽。说着说着，少女竟开始将自己的心里话通通向少年倾倒。当她意识到的时候，早已覆水难收。瞬间，一抹羞红顺着少女的脖颈，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窜满整个脸颊。她猛地低下头，不敢再看叶南天。精致小巧的红唇此刻被咬得快要滴出血。此刻，即便是身处在这样的喧闹之中，此刻的他依然能感受到自己的小心脏在用力的砰砰作响。哎呀，宁荣荣，你真不知羞耻，怎么能将这种话跟他说呀？这样不会吓到他吧？哎呀，小荣荣，你这张嘴，后悔、兴奋、激动、期待、羞愤复杂的情绪揉成一团，在少女的心扉不断盘旋。而叶南天在听闻少女大胆的告白之后，他的脸色一正，随即嘴角微微上翘。这时，裁判走了上来，询问两人的情况。在得到两人自信的回答之后，他瞳孔微微一缩，随即一笑，连带着那精致小巧的八字胡翘起2道微妙的弧度。今天若能见证又一时冠王的诞生，当真是我的荣幸。感谢您为我们带来9场如此精彩的战斗，我代表索托城大斗魂场向您奉上最崇高的敬意。说罢，裁判微微弯下腰，一只手放在左胸口，向着两人恭敬地鞠了一躬。而与此同时，从通道的另一侧缓缓走出2道身影。天恒哥，听说和我们对战的选手已经拿下9连胜了耶，我担心咱们……论战斗，我蓝电霸王家就从来都没输过，9连胜又如何？我玉天恒战的就是这种精锐，你看着吧，我会将他踩在脚底下，让他明白我蓝电霸王龙为何能成为大陆第1兽武魂。嘻嘻，天恒哥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呢，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这时，两人走出通道，台上的众人在看清两人的身影之后，皆是爆发出阵阵惊呼：怎么会是他？我没看错吧？蓝电霸王家的小公子竟然来了！我记得他早就是魂尊了吧？这安排不合理吧？肯定是主办方不想让龙皇获得10冠王的称号，毕竟一旦取得这个称号，可是要奖励1枚生魂丹的。生魂丹虽然价值不菲，但不至于吧？大斗魂场这么有钱，应该不会在这上面卡他吧？这谁说的准？不过我还挺期待龙皇与玉龙的对决的。随着玉天恒和独孤雁走到场地中央，
观众的惊呼声逐渐平息。玉天恒紧盯着对面不远处的叶南天，眼眸中荡漾着阵阵敌意。虽说在通道里自信洋洋的扬言要将对方狠狠踩在脚底下，但是对方9场连胜的战绩摆在眼前，他即便再自负，此刻该重视的他绝不含糊。而这时，在见到来者是玉天恒，叶南天只觉一阵有趣，或许是自己的出现打乱了原本的世界线，让这个原本是由唐三击败的配角，此刻竟出现在自己面前。如果他没记错的话，现在的玉天恒大约在35级左右，而他身旁的独孤雁和他应该在同一层次，29级，只差一脚便能破境入魂尊。虽然双方最高战力差了一个大境界，但是主办方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如果这第10场弄出个双魂尊出场，估计会严重影响到索托城大斗魂场的声誉，因为有明文规定，双方对战的魂师魂力差距最高不能超过7级，不能出现高层级和低层级选手对战的情况。当然，这都是常规情况，要是拿到擂台赛，会有一套新的规则相适应，这也是斗魂场主办方所采用的一种制衡手段。毕竟有太多人能仗着自己强大武魂的优势轻松做到连胜，如果要是让其就这么赢下去，那么5冠王、10冠王的称号也就不再那么稀缺，这就违反了主办方的本意了。毕竟他们想要选出的是能够在战斗能力、武魂强度、意志力、恢复力、抗压力等多重方面均突出的人才，而不是一个躺在自己祖宗功劳簿上的世袭强者。作为斗魂场的熟客，裁判和玉天恒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表示了一下。随后，裁判转头看向一旁的叶南天道：“这是阁下冲击10冠王的对决，是否做好准备？我已得到魂场主的允许，能够为你额外宽限10分钟的恢复时间。”听闻，叶南天微微一笑，随即道：“感谢魂场主以及裁判阁下的体谅，我们这边没有问题，随时可以战斗。”这时，一旁的宁荣荣走了过来，和叶南天紧紧靠在一起，她那美丽的眼眸中满是坚定。一路走来，她的心早已不再害怕。此刻，哪怕是洪水猛兽降临，她也能勇敢地去面对。原因无他，就因为她身旁站的男子是她眼中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存在，是她心中的英雄。好，裁判敬佩地向两人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向着万千观众高声道：“女士们、先生们，龙皇与琉璃刚刚决定不进行额外的加时休息，这本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索托城大斗魂场给予强者所应该有的尊重。但是这位龙皇阁下却没有丝毫犹豫，拒绝了这本应享有的权利，决定继续战斗。这份勇气让我敬佩，而这份淡定从容更是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强者。这就是真正的强者，龙皇，龙皇，龙皇！”在裁判激昂的宣讲之下，无数观众体内的一腔热血如决堤般自身体中奔涌而出，他们齐齐呼喊着叶南天的称号。龙皇之名在今天响彻了整座索托城大斗魂场。叶南天微笑着，静静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崇敬的呼喊。这一刻的他，就像是正在加冕的王。而这一幕落到一旁的玉天恒眼中，令少年不禁眉头一皱，随即他不满地看向叶南天道：“请你在今天之后，不要在斗魂场用龙皇这个尊号。”哦，为什么？叶南天的语气很是清淡，甚至若隐若现，透着漫不经心。见状，玉天恒的皱眉不禁更甚，他眼神此刻已经带着些许威胁之意道：“我家老祖玉元镇都不敢以龙皇之名行走世间，你个无名小小之辈竟敢狂妄地用此称号，真是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一听这话，宁荣荣瞬间有些炸毛，她恶狠狠地盯着玉天恒，随即喝道：“玉元镇不敢，那是他能力不行。在我看来，所谓的大陆第一兽武魂蓝电霸王龙，只是你们家族自卖自夸的虚张声势。论武魂，南天阁排第一，当属实至名归。你们今天就等着看吧。”说完，宁荣荣转头看向叶南天，骄傲地昂起小脑袋，一脸兴奋地盯着少年，像是在说：“快夸我，快夸我！”一听眼前这少女竟敢出声贬低自己的老祖，玉天恒额头上不禁青筋暴起，
但出于世家大族子弟的涵养，他没有选择立刻发作，而是直勾勾看着叶南天。好，今天就让我玉某人领教你口中的大陆第一兽武魂，究竟是不是一滩烂泥？而这时，一旁的裁判见两人此刻剑拔弩张的态势，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兴奋。这下有好戏看喽！裁判默默退场，直至来到擂台边缘，紧接着他高举右手，将密银哨放在嘴边。嘘！伴随着一声清脆嘹亮的哨响声，全场观众瞬间沸腾。刹那间，只见玉天恒周身苍蓝电光一闪，他的那双人类瞳眸瞬间切换成一对龙眸。蓝电霸王龙，武魂附体。一道苍茫浑厚的龙吟声在虚空中隐约响起，来自龙类武魂的强大威压在这一刻肆无忌惮疯狂涌向叶南天两人。而这时，玉天恒身旁的独孤雁也完成了武魂附体，墨绿色的水雾自其周围徐徐蔓延，两道象征着百年的黄色魂环自其脚下升腾而起。作为剧毒武魂的代表之一，碧鳞蛇环武魂纹在出现的一刹那，周围的空间就开始飘荡着阵阵死亡的阴暗气息。而另一边，宁荣荣默默退到叶南天的身后10米外，他周身七彩流光闪烁，璀璨晶莹的七宝琉璃塔在其掌心浮现。此刻，叶南天也完成武魂附体，他负手而立，淡定从容地看着玉天恒两人。在眼睛这块，他和玉天恒一致。在完成武魂附体的一瞬间，他的眼眸也瞬间转变为龙眸，清净光芒如闪电般在其瞳孔中闪烁。一道来自亘古华夏的龙吟，向着世人低沉浑厚地宣告着自己的君临天下。七宝转出有琉璃，七宝有名，一曰力，二曰速。瞬间，一道璀璨夺目的七彩光芒自宁荣荣掌心的七宝琉璃塔飞射而出，径直落在了叶南天的身上。这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而接下来的一切就全交给对方了。顿时，两道辅助流光加身的叶南天微微一笑，虽然这点增幅对他的提升微乎其微，但是他还是能感受到少女的那份简单质朴的关怀。而这时，玉天恒一步跨出，他的双臂此刻已经化作狰狞的龙爪，灰石质感的鳞片表面窜动着道道充满威慑的苍蓝闪电。一旁的独孤雁没有轻举妄动，这是他对玉天恒的实力充满自信的表现，并且他清楚自己的恋人玉天恒的脾气，此刻的他只想和那个小子正面一较高下。他要赢，而且是漂漂亮亮、堂堂正正的赢。其实不只是他，叶南天也明白对方的目的。这次的他没有选择使用龙皇须弥闪，既然对方想要正面碾压他，那么他就要做好被自己正面碾压的准备。少年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负手而立，静静地等待着玉天恒进攻的到来。而看见叶南天如此气定神闲、胸有成竹，一旁观战的独孤雁此刻不禁眉头一皱，不知怎的，他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安。一定是我想多了，天恒哥是最强的，他不可能输的，绝不可能。这时，玉天恒的攻击已经逼临叶南天身前，苍蓝的电光带着炽热的高温。玉天恒没有留手，他今天就是想让眼前这个狂妄的少年明白，蓝点霸王家不可辱。第一魂技雷霆龙爪。突然，就在这时，叶南天动了，只见他轻呼一口气，随即一步微微向前探去。在玉天恒的龙爪距离自己约莫5公分时，他抬起右手，手腕内扣，直接打向其臂膀。砰！一声沉闷，玉天恒蓄势待发的进攻就这么被生生打断。那条化作龙爪的手臂被直接轰开，随即绕转180度折向其身后。噼啪！清脆的骨头声传来，这是手臂骨断裂、骨折的声音。啊！极强的痛苦袭来，玉天恒下意识嘴里爆发出一阵凄厉的痛呼。但是还没等他抽身想要调整状态的时候，叶南天显然不会给他这么个机会。只见他打折对方的手臂之后，紧接着一掌袭来，径直轰击在他的胸口处。噗！宛若擎天巨山般沉重的力道自胸口处瞬间传遍全身，猩红滚烫的鲜血无可抑制的自其口中喷涌而出。但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在承受这般恐怖的一击之后，他没有像之前周巡那般直接被叶南天打飞，这一次
少年将所有的明镜通通转化为暗镜，他敢保证，这一击下去，对方1年之内别想彻底痊愈。这一掌数百年的功力，你能承受得住？就在对方无力倒腾后退之际，叶南天再次一步踏出，贴身来到玉天恒跟前。只见他手腕并拢，掌心张开，一招朴实无华的白猿线果径直轰击在对方的下巴上。轰！这一次巨大的力道让玉天恒整个人倒飞出去，随即重重地砸在场地之外的空地上。天恒哥！独孤雁凄厉地惊叫一声，随后再也不管其他，飞速奔向玉天恒所在的位置。叶南天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一切。刚才的他其实已经留手，大部分的力道在击打时就已经被他泄到了空气之中，真正落在其身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他还像先前那般通通化为暗劲的话，玉天恒现在恐怕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待着了。而此刻，飞奔至场外的独孤雁慌乱地来到玉天恒的身旁，看着面前宛如一具死尸的恋人。独孤雁悲痛欲绝，但在感受到对方尚有鼻息后，他的神色稍显缓和。他身体颤抖地将少年从地上扶起，随即双眼通红地看向叶南天，嘴里咬牙切齿道：“蓝电霸王家不会放过你的，等着承受他们的怒火吧。”他知道自己已然出界，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出界者视为战败。虽然这是情急之下做出的决定，但是他清楚，即便自己选择继续战斗，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方既然能如此轻松地击败自己的心上人，那么他的落败也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如今这种情况下，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跟前面9场一样，不过3分钟的时间，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第1兽武魂、强如魂尊的玉天恒，在叶南天的手上还是没能挺过3招。这样迅速干脆的落败，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10冠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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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由弱渐强，随后在几个呼吸的时间演变成山呼海啸般滔滔不绝的欢呼与掌声。此刻，这是新王的加冕仪式，无数人的咆哮与欢呼为其铸就了一顶光辉璀璨的王冠。这就是斗魂，这就是斗魂场，这里是强者的竞技场，他们不会在意你的出身，不会在意你的一切外在条件，他们只尊重强者，崇敬强者，仰望强者。强大的实力永远是这里的主角，只要你是真正的强者，你就能得到万千民众的崇拜与敬仰。而此刻的叶南天就做到了，他用自己摧枯拉朽般的强大实力一路横推，哪怕是面对高过自己一个大境界，拥有着绝强武魂的玉天恒，他也能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3招之内将其击败。这是何等恐怖又令人敬畏的实力呀！新的10冠王诞生了。此刻，大厅的播报员激动地向着斗魂场的所有人播报了这一条隆重的喜讯。史莱克一众等人听闻皆是猛地起身，瞳孔中带着深深的震惊。而此刻，贵宾席中，2道身影正透过水晶面板注视着5号斗魂场中的叶南天。恭喜场主，这是你们斗魂场出的第5个10冠王了吧？哈哈哈！好了好了，你就别折煞我了，今天算你运气好。我也没想到这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小子竟能走到这一步，我看不是运气好吧？刚刚他的资料我看过，来自史莱克学院，听说这一届那个学院招收了不少天赋异禀且背景深厚的学员啊。醒罗皇室的皇子，有名公爵的小女儿，宁风致的掌上明珠，真是奇怪他们怎么会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不过史莱克确实也有一定的底蕴，至少他弗兰德是教出不少人才的。现在在我索托城武魂殿的就有几个是出身史莱克的。这点我不否认，不过剩下几个就有点奇特了。奥斯卡和马红俊倒是熟悉，弗兰德很早就带在身边了。那这叶南天、唐三、小五是什么来头啊？看纸面上的信息，他们完全具备资格去上武魂学院啊，甚至加入黄金1代所在的班级也是有可能的。嗨，别提了，我在看到他们这些好苗子的时候也是痛心疾首啊。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确实是你武魂殿不小的损失，但是我觉得叶南天这小子值得你为此破例，去拉下脸皮试试，条件可以开得优厚点，
万一说动了那小子呢？毕竟学生是有主动退学的权利的，这点在任何学院都是被允许的。哦，你这么看好他？红衣教主孟天的脸上带着些许惊讶地看着魂场主徐猛，眼神中带着一道兴致。当然啊，这个年龄，这个实力，要我是开学院的，我肯定不顾一切也要把他收至麾下。这么一颗好苗子，可遇不可求啊！我敢说，他的潜力还要在你们引以为傲的黄金一代之上。你可真敢说！不过这小子确实也配得上这句夸赞。好纠结啊！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孟天在看向屏幕中叶南天的身影时，他的眼神中那种对人才毫不掩饰的渴求，还是暴露了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而看好友这般，徐猛嘴角微微一翘，他明白对方这次是真的心动了。好了，我也是时候该出场了，为这么年轻的十冠王进行加冕，火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呢。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徐猛转身一脸玩味地看着孟天道：“不用，这小子我亲自来，哈哈哈！那我就预祝你凯旋而归了，哈哈哈！我跟说，不准跟我抢！你说什么？”说罢，徐猛大笑一声，随即步履豪迈地走出贵宾厅。这时，在万千观众的欢呼声中，一行身着华丽长袍的工作人员自专属通道中走出。为首的中年男子气宇轩昂，宽大的长袍在其雄壮有力的躯体承托下，竟有一种紧身衣的既视感。可见在其之下潜藏着一副怎样孔武有力的躯体。而裁判见到来者后，他脸上瞬间涌上一抹深深的恭敬。终于，对方来到叶南天面前，他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透过宽大的手掌，少年此刻只觉得像是一座小山。而见对方在自己暗戳戳的试探下，依然能够做到不动如山，面色不改。孟天的眼眸中闪过一道满意之色，随即他带着玩笑性质道：“要不要离开你那个破学校，加入我大斗魂场？只要你肯点头，我保证这里能给你的待遇比那史莱克好100倍，甚至我愿收你为义子，从此以后无数资源任你使用，只要你肯答应，这些都不是问题。”面对斗魂场主突然抛来的橄榄枝，叶南天先是一愣，随后微笑着礼貌拒绝道：“多谢场主大人的青睐，我已经加入了史莱克，那里就是我第2个家。哪怕他现在一些设施还不完善，但哪有人会嫌弃自己的家？您说对不对？”听此一言，孟天脸上的微笑先是一愣，随即好奇地问道：“我记得我没有和你说我的身份。你怎会如此笃定我就是这斗魂场的主人？这点辨认不难。您这般威武霸气，举手投足间处处体现着强者的风范，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什么大人物的话，那还能是谁呢？”听着叶南天的马屁，孟天仰天哈哈大笑一声，随即看向少年，眼神中的欣赏越发明显。哎呀，如此天分，又有如此情商，小子，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场主大人谬赞，晚辈身上还有很多欠缺，既能认识场主这般通天彻地的大能，实属南天之幸。听着马屁拍了一通又一通，孟天脸上的笑容更甚，看向少年的目光更是透着浓浓的欣赏。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随时来找我，斗魂场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南天在此谢过场主。随后依照流程，孟天为叶南天亲自戴上象征着10冠王的黄金勋章，同时给他一枚通体玲珑雪白的药丸。而宁荣荣作为叶南天的搭档战友，自然享受着同等的待遇。虽然他这个10冠王的称号掺杂着大量水分，但斗魂场并没有计较这些，无论是礼遇还是奖赏，都和叶南天所获一模一样。这点叶南天看在眼中，当即对这索托城大斗魂场好感更甚。仪式过后，众人散去，满载而归的2人穿过之前走来的通道，很快就回到了大厅之中。荣荣，恭喜你们啊，10冠王爷，你们真是太厉害了！见到宁荣荣出现，小舞兴奋地跑上前去送上祝贺，两女激动地抱在一起，一时间仿佛得此殊荣的是他们俩似的。朱竹清此刻也走了上来恭贺道，而面对两女毫不掩饰的赞赏，少女嘿嘿一笑，随即有些不好意思道：“都是南天哥的功劳，
我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才不是呢，蓉蓉的增幅很厉害哦。一听叶南天这么说，少女的脸颊上飞速涌上一抹羞红，但很快又被兴奋的潮红所掩盖。南天哥，你们太棒了！石冠王啊，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我敢说，像你这般如此年轻的石冠王，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奥斯卡来到少年身旁，送上诚挚的祝贺。作为他的好友，他的祝贺没有丝毫虚以威仪的装腔作势，有的只是一个朋友最真诚的祝福。剩余的唐三等三人见状，也纷纷送来祝贺。虽然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但是表面工作还是得到位。叶南天，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苍茫有力，浑厚坚实。闻声转头看去，只见弗兰德和玉小刚一脸凝重严肃看着叶南天，他们的眼神中看不到丝毫喜悦，相反，叶南天甚至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瞳孔中汹涌着的怒火。叶南天，谁让你打擂台赛的？弗兰德说话的语气很是平稳，甚至平稳的没有丝毫情绪的波动。但是在看到对方这样的状态后，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他们这些老人心里清楚，院长这次是真的发怒了。而叶南天走到其身前，他轻微仰着头，看着面前比自己高出半个脑袋的弗兰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惧意，甚至在面对其那摄人心魄的眼神时，他始终带着云淡风轻。院长，您只说让我们找机会锻炼一下自己，但似乎并没有明说不能参与擂台赛呀。就是，你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凭什么这时候来责怪我们？宁荣荣自从上次被弗兰德一通训斥之后，便收敛了许多自己的大小姐脾气，但是这不代表她打心底里认同对方。相反，生来哪里受过那么大委屈的她，哪肯轻易的咽下这口气？而今天见到叶南天敢于直接和院长对线，早就怀恨在心的少女自然第一时间充当叶南天的急先锋。哼，我是没有说过，但是擂台赛的严重性你明白吗？万一你们应付不了这种车轮战，宁荣荣的背景你不是不清楚，万一她因你的一时兴起而受伤严重，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此刻弗兰德搬出宁荣荣的背后的七宝琉璃宗，向叶南天施压。少年听闻，脸上并没有表露任何惬意，相反，他目光始终直视着弗兰德的双眼，随即斩钉截铁道：我叶南天向来不做无把握之事，要做就一定会说到做到。今天不要说连战10场，就是20场、30场，我也定能做到。这就是我敢于签订生死协定的底气。刹那间，针尖对麦芒，弗兰德双眸微眯，盯着叶南天的眼神中闪烁着道道凶芒。叶南天，原本我以为你一直都比他们更成熟，是个谦逊内敛、做事有勇有谋的人，但是今天你让我太失望了。你的狂妄，我弗兰德今生罕见，甚至到死都不会再见到比你还要狂妄的人。院长这么说，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没错，我这个人是不喜欢张扬，但是当我想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您也不行。此话一出，空气瞬间凝固住一般，众人包括玉小刚以及当事人弗兰德在内，皆是满脸震惊地看着叶南天。这一刻的他们仿佛重新认识少年一般，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着陌生。丁，经系统检测，宿主已圆满完成任务，奖励神级精神力修炼功法混沌神魔观想法。您可终于肯冒头了，我还以为你想将这次的奖励给赖掉呢。宿主切莫污蔑本系统，作为天道创造而出存在，我们一直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贪污此事绝无可能发生。好了，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说这么多，还不如多发布一些随机任务。哦，而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一道掌声瞬间打破了这死气沉沉、火药味十足的气氛。人不轻狂枉少年，叶南天，你做的没有错，大丈夫能屈能伸，该隐忍时韬光养晦，该发作时拔剑而起。这时走来一位鹤发中年男子，不同于魂场主孟天的高大威猛，他的身材略显消瘦，清秀的面孔虽然荡漾着岁月的沧桑，但却给人一种宁静悠远之感。一袭火红色的长袍包裹住他的躯体，
只有一双修长鲜白的手透过宽大的袖口露在外面。长袍之上雕纹着烫金色的武魂纹图案，旗下还有一座巍峨的宫殿，金与红庄严的交织在一起，只是一眼便令人心生肃穆。而见到来者，弗兰德先是瞳孔猛地一缩，随即向着对方躬身行礼道：“史莱克学院弗兰德，见过红衣主教。”一旁的玉小刚眼眸之中流窜着震惊，但是他没有和弗兰德一般向着对方行礼，而是默默看着他，甚至眼神深处闪烁着些许敌意。而其他晚辈在明白其身份之后，也和院长一般，纷纷恭敬地向着对方行礼。对此，红衣主教徐猛微笑着摆了摆手，扫视一圈众人，随即平静地向着弗兰德道：“真是恭喜你呀，弗兰德院长，这次能够收下如此之多天赋异禀的学员，我仿佛已经能够预见他们能在将来成为搅动风云的人物了。”虽是恭维的夸奖之词，但是弗兰德还是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好家伙，这老不休的是在惦记着自己好不容易招进来的学员啊！这我能让你得逞，我弗兰德以后上厕所不带纸。谢主教赞美，我们史考克上上下下一定会倾尽全力培养他们，定会将这些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主教这点请您放心。如此几乎是在宣示主权的言语，并没有击退对方。徐猛此时转而盯着叶南天，那眼神就像是看着一块绝世美玉一般。刚才我听见你们之间似乎爆发的争吵，能和我说说具体发生什么了吗？见对方依旧不愿放弃，弗兰德心里咒骂对方的同时，表面还是挤出笑容对待。毕竟现在维持学院运转的经费有不少就是武魂殿出的，要是今天得罪他，以后搞不好经费就会捉襟见肘。得罪谁也不好得罪大金主啊。嗨，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咱们这群小家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大部分是第一次来，本想让他们体验体验真正魂师之间的战斗，没想到这小子直接上来就打擂台赛。我们也是才知道，毕竟是自家的孩子，心疼的紧啊。言辞恳切，处处体现着弗兰德家长般疼护关心自己的学员。一番话下来，不仅完美的向对方做出了解释，不给其钻空子的机会，而且再一次宣示了主权。而听其这般言论，主教徐猛不置可否，他盯着叶南天，转而一笑道：“如果受了什么委屈，你尽管说，我今天为你做主。”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惊，尤其是弗兰德，他已经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确了。没想到对方还是一个劲的想要挖墙脚，关键还是趁着自己和叶南天发生矛盾的时候趁虚而入。这等小人行径让弗兰德一时间怒火中烧。此刻的他强压住心中无处发泄的愤怒，拼尽全力让自己保持一个较为冷静的状态。他身体微颤地看向叶南天，而此时所有人的目光皆是汇聚在这个少年身上，这其中有不满，有期许，有妒忌，有担心。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叶南天此刻陷入了沉思之中，但很快就在他再次抬头之际，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坚定。这次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在没有得到尊长的允许之下就贸然参与擂台赛，这其中确实存在不小的隐患。在此，我真诚地向院长以及蓉蓉道歉，对不起。说罢，他满脸真挚地向着弗兰德和宁荣荣分别鞠了一躬。当在给少女鞠躬时，宁荣荣本想强行打断，但是她这个娇弱的女孩哪里扭得过对方？南天哥，你不要这样，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是院长他们没有讲明在先。我选择和你一起进行擂台赛，也是因为我相信你啊。现在结果很圆满，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啊。此刻看着心爱的宁荣荣如此维护着自己敬仰的叶南天，奥斯卡欣慰的同时，一种不言自明的失落在心底蔓延。不只是他，包括唐三等人在内，此刻都能透过少女的话感受到他那暗藏其中的汹涌情愫。而两世为人的唐三一眼就明白，少女已经陷进去了。而这时，同样关注着的玉小刚此刻眉头紧皱，他的眼神中闪过一道深深的失望，但在这失望当中，同样夹杂着深深的厌恶。在道歉完之后，叶南天转身直面主教徐猛，他眼神坚定，随后道：“真的很感谢您，但这是我们学院内部的事情，
我们会妥善处理好，请主教放心。此话一出，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如果当时叶南天顺着主教抛来的橄榄枝向其大倒苦水，那么对方也一定会进一步提出将其招揽麾下的。那样，即便弗兰德心里再有10000个不情愿，对于自己的去留，叶南天享有绝对的主动权。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就在他们纷纷以为叶南天一定会选择倒戈之际，少年竟鬼使神差的选择道歉，并且言辞真切地拒绝了主教的好意。这等反转令众人始料未及的同时，一时间也对叶南天的感官再次发生了改变。现在的他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徐猛听后，先是神色微微一怔，随即有些惊讶道：“你是有什么顾虑吗？”听闻，叶南天缓缓摇了摇头，眼神一如先前那般坚定道：“来史莱克是我自己选择的，现在的他就是我的家。家里人之间发生任何矛盾都可以沟通来解决，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弃其而去的。”此话一出，弗兰德看向叶南天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先前的不满与埋怨此刻通通烟消云散，转而其瞳孔深处涌现出一丝愧疚。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太重了？叶南天这小子还是很不错的嘛。而这时，感受自己的袖口被触碰，弗兰德转头向玉小刚看去，发现对方的神色很是不满。作为多年好友的他，哪能不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这一刻，他选择了忽视。他就因为刚刚叶南天的表现，不但很好的维护了自己的面子，而且也向世人展示，史莱克的学员绝不是攀龙附凤之辈，他们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的原则。而见少年态度如此坚决，徐猛也不好再说什么，他遗憾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随即叹息道：“哎，既然如此，希望你能好好在这个学院成长。不过，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离开，或是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来找我。”说罢，一道黑光闪烁，当他将其递交给叶南天时，众人才看清这东西的模样。黑级武魂令。没有人想到，眼前这位红衣主教竟能在第一次见面就将如此贵重的物品赠予叶南天。要知道，黑级武魂令在武魂殿系统中可是享有极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在拍卖会无偿享受贵宾待遇，而且在拍卖物品时所需要的手续费也要比寻常低很多。不仅如此，这更重要是其身份的象征。拿着它，你可以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进出武魂殿，甚至可以凭借此直接免试入学武魂学院的精英班级。而每一枚黑级武魂令，每一位红衣主教只掌管3枚，他们无一不被给予了天资出众之辈。而叶南天显然完全满足这个条件。见到闪烁着锋锐金属光泽的武魂令递到自己面前，叶南天眼神闪烁间，伸手珍重地接过。见状，徐猛眉头舒展，眼神中闪过一道喜悦。南天在此，谢过主教大人。对于叶南天接受黑级武魂令这件事，没有人能说什么，毕竟这是人家的机遇，对方也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又能说什么呢？但是这些落在唐三、戴沐白他们眼里，很难不对此心生妒忌。即便是在见识到叶南天取得10冠王的称号，在唐三的心中依然不认为自己比他要差多少。10冠王而已，我也可以。在赠予少年武魂令之后，徐猛借个由头便离去。而今天众人的斗魂场，由于叶南天之前的乱来，也不得不暂时终止。一行人在傍晚便返回史莱克学院。回来之后，叶南天便马不停蹄地准备破镜，毕竟他被卡在这个关口已经太久了。同龄的唐三、小舞都已经获得自己满意的魂环了，自己因为武魂的特殊，在突破的关口不断徘徊。但如今有了这破镜丹，他有把握今天就能完成晋升。虽说这东西只能吃1次，并且只限定在魂宗以下，但是却能毫无副作用晋级。其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了很多高年份珍稀灵芝草药。叶南天看着掌心这枚通体雪白的药丸，没有犹豫，他一口吞入腹中，随即双眸闭合，运转魂力炼化吸收。魂尊，我来了！第2天清晨，随着太阳的第一缕光线照耀整片斗罗大陆，
唐三盘坐在学院操场的一块巨石之上，他轻轻吐出一口浊气，眺望远方的眼眸中闪过一道紫光。果然，到了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童，修炼速度一下子变慢了下来。看样子需要一些灵草才能助我有所突破吧？但是灵草去哪里弄呢？如果是去拍卖行，就我兜里那3瓜2枣，想要买到心意的灵草，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哎，要是能够有那家伙的财力，该有多好！抱怨中，唐三下意识将目光转向不远处叶南天所在的宿舍，随即他眉头紧皱，眼眸中处处闪烁着嫉妒与愤恨。突然，唐三瞳孔猛地一缩，噗！啊！2道血箭自唐三的眼中汹涌而出，紧接着，少年痛苦的惨叫声发出，声音凄厉，痛彻心扉。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剧烈的痛苦让唐三疼得直接从巨石上摔下，但是此刻的他根本顾不上身体因跌落损伤而产生的疼痛，他拼命捂着自己的眼睛，在地上疯狂打滚，样子可谓是狼狈至极。很快，少年凄惨的痛呼声便引起了不远处戴沐白的注意。小三，出什么事了？他好奇的一边走着一边询问道。而随着他越走越近，唐三的痛呼声也越来越清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戴沐白眉头一皱，随即立刻加快脚步。当他赶到唐三的身边时，发现少年正捂着眼睛不断在地上打滚。情急之下，戴沐白上前一把抱起他，向着医务室飞奔而去。老师，老师，出事了！而此刻，正在宿舍打坐的叶南天嘴角微微向上翘起一个微妙的弧度。他的精神识海中，天梦正围在白帝的身边，一脸崇拜地看着眼前这条大白龙。白帝大哥，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怎么没想到精神力还可以这么用的啊？这只是最初级的用法，多加练习即可掌握。你所拥有的精神力，比我这把活了几十万年的老骨头还多。好好利用，假以时日，你的成就不下我等。真的吗？谢白帝大哥指点，我会好好努力的。小五由于早晨喜欢赖床，所以直到快开饭的时候才迟迟醒来。当他听到唐三出事后，少女连饭都没有吃，就径直飞奔向医务室。在看见少年双眸被缠上一圈又一圈的绷带，他的眼睛瞬间湿润，泪水在眼眶中不断打转。少女红着眼，颤抖着身体来到唐三面前问道：小三，究竟发生什么了？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啊？一旁的玉小刚一脸凝重地看着此刻瘫在床上的弟子，他的眼神中闪烁着道道凶光。小三，是不是叶南天？一听这个名字，两人皆是一震，而唐三此刻身体微颤，随后期期艾艾道：我不知道，但我感觉这事跟他脱不了关系。此话一出，不只是玉小刚，就连小五也满脸吃惊地看着唐三。这一刻，不知怎的，少年在他的眼中突然变得有些陌生。他和叶南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虽然唐三将矛头指向了对方，但是他打心眼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小三，为什么是叶南天啊？他颤抖着声音问道。而还没等少年回答，玉小刚直接抢先一步答道：绝对是他所为，整个学院就属他最精通精神力，而眼睛正好就是人体最薄弱的一处，当然是他下手的最好选择。此刻，玉小刚仿佛已经认定叶南天就是此次的凶手，他一脸信誓旦旦、有理有据地分析道。从他那笃定的表情可以看出，此刻的他对自己的分析深信不疑。为什么小三和他无冤无仇？叶南天为什么要暗戳戳搞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这还不简单吗？还不是他和小三同样是控制系魂师吗？毁了小三，他就能顺理成章成为团队的领导核心，这不是简单易懂的事情吗？很抱歉，我不认同你这套说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叶南天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成为领导核心，根本就不需要费这么大功夫，他完全可以靠绝对的实力征服所有人，根本没必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这时，躺在床上，双目短暂失明的唐三听见自己心爱的少女此刻不仅没有帮自己说话，
反而不停地在为叶南天据理力争。愤怒、委屈、不甘、嫉妒、厌恶，种种负面情绪交杂在他的心间。下一秒，唐三缓缓抬起手，在摸到少女的指尖后，小舞此刻也感觉到少年的触碰，他连忙转过头看去。而这时，唐三颤颤巍巍道：“小舞，我好疼。”一听这话，少女刚刚在和玉小刚争辩时愤怒的眼神瞬间柔和下来，她两手紧握住唐三的手，随即紧咬着下唇问道：“小三，你真觉得这事是叶南天做的吗？”少年听闻后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才缓缓道：“你愿意相信我吗，小舞？”听闻，少女的眼神中之间充满着复杂，她没有说话，而是默默松开了握住少年的手，随即起身来到玉小刚身边道：“他们现在在吃早餐，我们立刻过去，当面将这件事情讲开。”说罢，不等玉小刚回答，少女一个转身离开了医务室。此刻，叶南天正在食堂和奥斯卡、宁荣荣一起享用着精致美味的早餐。今天，少女破天荒地邀请了朱竹清与乐乐共进早餐，毕竟之前不熟悉，现在大家都是朋友，她可不忍心看着少女始终孤零零的一个人吃饭。对此，朱竹清在犹豫片刻后选择加入他们。而对于这样一位身材傲人、面容精致的大美女加入，他们两位男士表示双手赞成。美人、美食皆有，此刻独缺美景。不过，在感受不远处戴沐白和马红俊投来的若有似无的敌意，叶南天嘴角微微向上一翘，觉得这种景色也是不错的。叶南天，一道急促的呼声传来，食堂内所有师生听闻后，皆是下意识地看向门口。此刻，食堂门口处，小舞孤零零地站着，嘴巴细微喘着粗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叶南天，随即一步跨出，两个呼吸的时间便来到四人面前。小三的伤是不是你弄的？此话一出，宛若石破天惊，宁荣荣三人皆是一愣，随即震惊地看向叶南天。唐三的事情他们听说了，不过毕竟关系并不算多么亲密，他们也只是听说了大概，便一直以为是对方修炼出错导致，并没有深究其中的细节。但没想到的是，这竟然和叶南天有关。而如果这件事情坐实，那么这可就不只是个意外事故那么简单了。而小舞的质疑自然也落到不远处戴沐白和马红俊的耳中，两人互相看了眼对方，他们都能从彼此眼中看到阵阵幸灾乐祸的窃喜。要说今天早上什么事情最令他们开心，那无疑是看到叶南天有麻烦了。而面对少女的质问以及周围投来的难以置信的目光，叶南天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之色，而是抬起头看向小舞，一脸轻松淡然道：“如果我说我没做，你相信吗？如果真的要深究的话，确实不是他所为。但是白帝此刻是他的魂灵，他出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他本人所为。毕竟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魂灵的秘密不能公开。这次的他只得硬着头皮死不承认。你没做，我……”面对着少年投来的眼神，小舞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唐三的现状至今历历在目，但是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眼前这个为魂兽做了如此好事、行事光明磊落的人，会是一个喜欢搞偷袭的小人。他不相信，在座的其他三人同样也不相信。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小舞，你别轻信他人的谗言，南天哥不是这样的人。宁荣荣信誓旦旦地向着小舞保证，而奥斯卡和朱竹清一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叶南天的为人他们是看在眼里的。如果他真的想搞这些小动作，那之前就有很多好机会，根本没必要挑今天这个时机。而这时，玉小刚来到众人面前，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叶南天，眼神中透着凶狠道：“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别当缩头乌龟让我瞧不起。”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瞳孔一缩，他们没想到平日里这个温文尔雅的大师，今天竟会说出如此之话。而这时，叶南天收起了微笑，他同样是面无表情地从座位上起身，看着玉小刚，
一个字一个字的斩钉截铁道：“证据拿出来，我认。”哼，整个学院就你一个拥有精神属性武魂，而小三修炼的功法也是关于精神力，你就是仗着这方面比他强，乘其不备搞偷袭，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把戏。此刻，弟子的出世已经让玉小刚有些失去理智，他直接忽略刚刚叶南天的话，开始自顾自有理有据地分析道，试图将舆论引到有利于他的方向。就是，我看大师分析的很有道理。叶南天，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再不承认，小心日后成为心魔。这时候，马红俊第一时间跳出来，公然支持玉小刚的言论。他可是在叶南天的手上吃过大亏的，此刻正是搞垮少年的好机会，他可不会放过。一旁的戴沐白默默的点头，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这个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而此刻，只是一番话就令两人瞬间站队到自己这边。玉小刚眼神闪烁，瞳孔深处闪过一丝窃喜，而叶南天瞥了两人一眼。对于他们这时候落井下石，他一点也不意外。而此刻，注意到周围三人的目光依旧保持着坚定，少年表面波澜不惊，心底很是欣慰。老师，人言可畏，这句话你明白？今天你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就擅自认定我是凶手，妄图用编造的谎言混淆视听，引导舆论，这种做法真的很下贱。这一刻，少年身上的气息骤显，来自东方青龙武魂的威压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释放。人类的瞳眸在青金光芒闪烁间转变为龙瞳，看向玉小刚的眼神中充满着来自上位者居高临下的威严。你突破魂尊了。感受到少年身上的气息变化，玉小刚瞬间便看出，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惊，随即看向叶南天的目光中有嫉妒，有喜悦，有愤懑。而这时，玉小刚再言道：“就算突破魂尊又如何？就你这种背后喜欢搞小动作的人，即便拥有再高的魂力，也是祸害。”玉小刚，你给老子闭嘴！就在他话快说完之际，一道浑厚响亮的怒吼声瞬间将其打断。众人转头看去，发现此刻不远处教师簇拥吃饭的区域，赵无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身向这边走开。他的每一步落下，都感觉地面在发生阵阵震颤。而玉小刚见状，他先是惊愕，随后眼神中闪过一抹恐惧。此时的他极力攥紧自己的拳头，让自己保持冷静。他明白，这时候一旦选择退缩，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很快，赵无极便来到玉小刚的身前，他的个头极高，2.2米的身高硬生生让此刻的玉小刚只能仰头看着他，否则就只能平视他的胸口。你什么意思？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魂圣威压，玉小刚强忍着恐惧，厉声呵斥道：“老子什么意思？你从刚才就不分黑白，颠倒是非，污蔑我的学员，妄图强逼南天就范！他妈的，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仗着自己是那铁公鸡的好友，就在这指点江山，如今更是敢随意诬陷。今天老子不给你点教训，假以时日，还不知道你能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噼啪，赵无极人头大的双拳紧紧一握，噼里啪啦的骨头摩擦声响彻整个食堂，同时也宛若一击击重锤，不断敲打着玉小刚此刻濒临崩溃的内心。你想干什么？赵无极！就在赵无极准备动手之际，弗兰德的声音忽然传来。听闻，赵无极周身一震，但下一秒，他神色一狠，依旧想要给玉小刚一个教训。一掌击出，来自魂圣境界大力金刚熊的力量直接轰向对方。而见赵无极竟敢如此，玉小刚瞬间被吓得愣在原地。他不是不想跑，而是此刻的身体已经在极度恐惧下失去了力气。此刻，他的眼神中闪烁着阵阵的绝望，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刻正有一股温热顺着他的双腿之间缓缓流淌。锵！一道金属声传来，就在赵无极的熊掌即将落到玉小刚的身上，一道黑色的虚影将其紧紧包裹其中。轰！周围一众学员，包括桌椅板凳在内，无一幸免，皆是被这庞大力道席卷而起的气浪掀飞。漫天烟尘瞬间充斥着整座食堂。呼！就在这时，弗兰德铁翼一挥，一道狂风刹那而起，
将室内所有的烟尘带了出去。他表情严肃地看着赵无极，眼神中充满着畏难道：“无极，你过了。”哼，是他不分青红皂白污蔑老子学员在先。今天要是不让他长点记性，他还真以为这里是他家呢。狗娘养的废物，蓝电霸王家的耻辱！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一听这话，玉小刚双眼一红，瞬间失去理智的朝着赵无极暴怒的嘶吼。此刻的他就像是被困在牢笼里的野兽，如果不是弗兰德一直压着他，恐怕对方早就不顾性命扑上去送死了。哼，别以为你们之间的那些破事老子不知道，老子不说是给你留面子，不过今天来看，你他妈趁早给老子滚蛋，不然以后老子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赵无极！弗兰德大吼出声，他的眼睛里此刻也充满着怒火。对方的话显然是他们两个都不愿提及的伤疤，而赵无极今天却无情地当着众人面将其揭开一角。而被好友这么一吼，赵无极先是一愣，随即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冲动，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是他不愿道歉，尤其是对这种小人道歉，随即冷哼一声，双手抱胸，等待着弗兰德的反应。弗兰德此刻身体轻微的颤抖，他先是颤抖的闭上眼睛，一边极力控制住自己即将失控的情绪，一边压制着一旁的玉小刚。很快，当其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沉重地叹了口气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我宣布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小刚，你刚刚的指控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这样随意诬陷任何一名学员。而赵无极，你刚刚太冲动了，这里是学院，不是斗魂场。你身为一名老师，在学员面前应该起示范作用，而不是在这里任由自己情绪宣泄。鉴于你这次造成的损失，我会从你的工资中进行扣除。”两边各打一棒后，他看向一旁的叶南天道：“恭喜你突破30级，事不宜迟，就请赵老师单独带你去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惊喜。”说完，弗兰德就强拉着玉小刚离开。两人走后，看着一片狼藉的食堂，赵无极有些头疼的挠了挠头道：“哎，这月的酒钱又没有了。”这时，叶南天走了上来，他郑重地向着赵无极深深鞠了一躬，随即感谢道：“谢谢你赵老师，给您添麻烦了。”嗨，别这么说，老子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他这么欺负你。今天即便老子不出头，其他老师也不会坐视不管。虽然咱们史莱克的条件是差了点，但是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很关心学生，绝不会让你们白受冤屈。说完，以李玉松为首的一众老师也来到众人面前，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好了，相信弗兰德会处理好。南天，恭喜你啊，这次突破魂尊，你可得让赵无极好好给你挑一只魂兽。就是这么一个魂圣打手，不用白不用。谁是打手？卢奇斌，老子看你是不是也和那玉小刚一样皮痒了？咱们回头要不要去操场操练了一下？哎，莫要说这种话，我这一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你这一折腾，我怕你到时候万一伤着我，你后半辈的酒钱都没有喽！哈哈哈！紧张的气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众人脸上此刻皆是带着笑容，除了戴沐白和马红俊两人。此时的马红俊惴惴不安地缩在戴沐白的身旁，刚刚他那么嚣张，要置叶南天于死地。他本以为凭借玉小刚的智慧能将其驱赶出学院，但现在来看，这些都只是奢望。怎么办啊，老大？我刚刚说了那些话，叶南天要是报复我怎么办啊？看着身旁的胖子一脸担惊受怕的样子，戴沐白白了他一个眼神，随后道：“现在的他估计不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但是等他从星斗大森林回来，你小子就危险了啊！怎么办啊，老大？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啊！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这里倒是有2个办法。一是你趁着他前往星斗大森林之际，就直接离开学院，别再回来；二是你找机会赔礼道歉。我估摸着以他的性格，如果接受了你的道歉，应该不会再刁难你了吧？那他要是不接受怎么办啊？那你就只能去找院长了。玉小刚，你最好是别指望了。现在我算是看出来了，
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刚刚赵无极想要打他的时候，他看见他屁股后面都湿了。此刻院长办公室，玉小刚一脸阴沉地看着面前站着的弗兰德。此刻的他已经换上一套崭新的灰色长袍，阴翳的眼神中充满着怒火与不甘。弗兰德，你刚刚不该阻止他的，他要是把我打了，蓝电霸王家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说着说着，玉小刚再次不可控制地陷入了暴怒之中。他已经很久没有遭受如此冤屈了，今天还是被一个年龄相仿的同辈如此对待，这让被一直捧为大师的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而看着老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弗兰德深深叹了口气，眼神中疲惫的同时尽显失望。小刚，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随意诬陷叶南天啊？我随意诬陷，绝对是他。小三的伤一定是他弄的，他是我们之中唯一精通精神力的人，肯定是他。玉小刚此刻还沉浸在自己头头是道的分析之中，他仿佛已经陷入了自己思维的死漩涡，一直执着于将过错归结到叶南天的身上。而看着好友如今这种状态，弗兰德一时间也是心如刀绞。小刚，你分析的再有理有据，没有切实的证据，一切都只是虚言。最关键的是，你现在和赵无极关系搞得这么僵，以后该怎么进行正常的交流啊？哼，一介莽夫，区区魂圣也敢对我动手动脚？蓝电霸王家想要灭他，只是翻手之势。说完，不等弗兰德开口，玉小刚神色一厉，转而质问道：“弗兰德，你给个准话，什么时候把叶南天逐出学院？”一听这话，弗兰德先是一愣，随即深深叹气道：“小刚啊，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将叶南天赶走？他的天分那么高，超过我们这些老骨头只是早晚的事。说实话，我感觉这小子将来的成就至少是封号斗罗，甚至达到唐昊那个层次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艳艳之才，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我真不想将他赶走。难道唐三和他就真的不能和平共处吗？”对于叶南天，弗兰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一边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边是天资卓绝的学员，现在的他夹在其中，很是为难。而看见老友这般表情，玉小刚面色一横，随即道：“弗兰德，你别忘了，唐三可是先天满魂力的双生武魂，这份天资比之他叶南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唐昊是什么人？你要清楚，唐三背后站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股势力。我敢肯定，未来昊天宗一定会重归江湖，他们只是在等一个时机，而唐三就是他们这几十年来蛰伏中等待的那个变数。”此话一出，弗兰德的脸色瞬间一变，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实在过于庞大。小刚，你想说什么？见状，玉小刚嘴角微微一翘，随后道：“弗兰德，现在大陆什么局势你还不清楚吗？武魂殿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宗还有两大帝国早已对此不满，双方爆发冲突只是迟早的事情。我相信昊天宗就是在等这个时机，到时候上三宗联合两大帝国，一起将其剿灭，除掉这个祸害。”说着说着，玉小刚神情越发激动，而看着老友再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没有说什么，而是一个人默默地看向远方湛蓝的天空。事不宜迟，早餐之后，赵无极便带着叶南天离开了学院，前往星斗大森林。刚走到半途，不知怎的，赵无极忽然调转方向，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赵老师，怎么了？我们不去星斗了吗？不去，上次星斗之行给老子搞得心里有阴影了，一上来就碰到10万年的泰坦巨猿，真是邪门。暂时还是别去了，咱这次去落日森林，从魂兽种类上，那里不比星斗差多少。最关键的是，那里没有那么多10万年魂兽，安全系数要高不少。放心，这次一定给你挑选出一只满意的魂兽，哈哈哈。说罢，赵无极笑着拍了拍叶南天的肩膀，阵阵巨力顺着肩头传遍全身。不过，这对于现在的叶南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那这次就辛苦赵老师了，小子假以时日，飞黄腾达，定来报效您的恩情。哈哈哈，
行，老子记下来，到时候你小子可别不认账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相较于星斗大森林，落日森林的距离要远上不少，花费了5天的时间，两人才终于达到。参天的巨木，扑鼻的阵阵清新的草木之气，置身其中，呼吸着这沁人心脾的空气。叶南天只觉身体一轻，灵魂深处说不上来的畅快。南天小子，有没有什么心仪种类的魂兽啊？魂兽啊，其实大部分都能接受，但如果能遇到偏向生命以及精神力的，那是最好。我的武魂就有这2大特性。嚯，你小子的眼光可真屌，生命和精神那可都是稀有属性。不过这次既然只带上你一个人，如果外围没有遇到满意的魂兽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去内围看看，很多稀有的千年魂兽都生活在内围。内围会不会太危险了？那里应该有不少万年魂兽吧？万年魂兽怎么了？老子今天把话撂这了，5万年以下，老子有把握直接拿下。要是遇到5万年以上，只要别遇到像泰坦巨猿那般的10万年魂兽，我都有把握带你全身而退。看着面前赵无极信誓旦旦的保证，叶南天微微一笑，随即点头道：“那小子的身家性命就交到老师您手上了。”随后，两人在森林里穿梭，绕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魂兽。就在两人决定离开外围，向着内圈进发的时候，一道声音忽然叫住了他。果然是你！赵无极和叶南天此刻皆是转头看去，只见距离两人50米外，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一棵参天巨木旁。是你！一瞬间，叶南天便认出了对方。正是昨天刚刚跟他进行最后一场擂台赛的独孤雁。燕，出什么事了吗？就在这时，从另一侧缓缓走出一道身影。他身材瘦长，整个人如标枪一般直挺挺地立在地面之上。惹人注意的是，他的须发皆是墨绿色，一双细长的丹凤眼宛若绿宝石般闪耀夺目。如果是光看上半脸，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但是当视线下移，叶南天注意到他的脸腮深陷2道法令纹，镌刻着岁月的苍老。墨绿的头发呈现出一种灰白的质感，乱蓬蓬地搭在他的头上。一袭朴素的灰色长袍将他身上的沉木之气衬托得更为鲜明。而此刻，在看清来者身影之后，赵无极瞳孔猛地一缩，随即身体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独孤博！在见到独孤博的那一刻，赵无极内心是崩溃的。如果说在封号斗罗中他最不想遇见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现在哪怕是让他去星斗大森林再遇一次泰坦巨猿，他都不想在这里直面对方。晚辈赵无极，见过独斗罗。赵无极颤颤巍巍地向着独孤博躬身行礼，他粗犷的额头上密布着细汗，眼神在地面上飘忽不定，根本不敢与其对视。而一旁，相比赵无极的忐忑不安，此刻的少年镇定自若，眉宇间看不到丝毫惧意。而见到少年这般，独孤博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讶，但下一秒便恢复平静。他在想，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眼前这个男孩不知道他是什么存在。下一秒，独孤博来到自己孙女面前，疑惑地看着对面的两人道：“燕，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爷爷把他俩杀了如何？”说这话的时候，独孤博脸上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就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或许在他看来，赵无极这两人和这落日森林的魂兽无异，说杀就杀，想杀就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毁灭你与你无关。爷爷，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大斗魂场打伤天恒哥的人吗？就是他。哦，那还真巧。说罢，独孤博饶有兴致地眯起双眸，盯着叶南天。刹那间，叶南天感觉一种如坠冰窖的阴冷感瞬间袭上全身，就像是被邪恶至极的毒蛇盯上一般。叶南天全身说不上来的感到一阵不适。突然，就在这时，赵无极一步跨出，挡在叶南天前面，帮他抵挡住来自封号斗罗的恐怖威压。南天不知轻重，得罪斗罗千金，在此我代表史莱克学院向独斗罗您赔不是。气氛一瞬间变得极其压抑。赵无极明白，
今天他们能不能活命，全凭独孤博的一念之间。对于他这种存在，想要杀了他们，真的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而面对赵无极低声下气的请罪，独孤博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他看向赵无极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道：“你想活命可以，但是他不行。”话音刚落，赵无极周身金光暴涨，大力金刚熊武魂瞬间附体。南天，快跑！说罢，他直挺挺地冲向独孤博，眼神中带着赴死的决绝。哼，找死！见赵无极不要命地向着自己冲来，独孤博冷哼一声，随即周身一道墨绿光芒闪烁。下一秒，一道浑身闪烁着邪绿光芒的巨蟒自其身后缓缓浮现。只见他伸出一指，惨白修长的食指上，一抹尖锐刺眼的绿光闪耀夺目。见状，叶南天瞳孔猛地一缩，下一秒，他周身白光一闪，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就在这时，注意到这一变化的独孤博左眉一挑，因为就在刚刚，在他的感知中，少年的气息连同他整个人完全的消失了。有意思，此刻赵无极已经临近独孤博身前，就在他的大力金刚掌即将和对方闪烁着绿光的食指相碰时，一道白光瞬间在其身旁闪烁，下一秒，他整个人消失在了虚空之中。等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0米开外。南天，不要管我，快跑！这是命令。对于刚才发生了什么，赵无极当然心知肚明，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不留下来拖住对方，以叶南天现在的实力，想要从他手中逃生的希望极其渺茫。而就在他准备再次发起冲锋之时，叶南天死死抓着他。毒斗罗，如果你想杀我，请给我一个理由。见少年的脸上毫无惧意，甚至如此平静地和他说话，独孤博神色一正，但依旧是一脸轻蔑地看着两人道：“惹我孙女不高兴，算不算是理由？”语气极其轻慢，话语中调戏的意味十足。而对方的回答也没有出叶南天的意料，他神色一凝，但忽然他想到了什么，随即微微一笑道：“那可真是可惜了，毒斗罗今天要是杀了我俩，估计你和你孙女身上的毒就没人能解了。”此话一出，不论是独孤雁还是独孤博，此刻脸色都瞬间一变。哦，一道绿光闪烁，独孤博瞬间出现在叶南天的面前。轰！他先是一扫，将旁边的赵无极直接横扫至100米开外，巨大的力道令无数参天巨木纷纷倾倒，烟尘满天，无数飞禽走兽被惊扰而起。而叶南天被独孤博死死扣在其身后的一株大树之上，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脖子被其死死地攥着。这一刻的他算是切身感受到封号斗罗的力量究竟是有多么恐怖。我就说你小子很奇怪，我现在的力量，寻常的魂王早就坚持不住，没想到只是让你小子的脸色红润了几分。说你是怎么看出我和燕燕身上毒的？如果你的回答我不满意，就死。嗨嗨，每到阴雨天时，你的两肋处会出现麻痒感，并且会逐渐增强，持续约莫1个时辰左右。嗨嗨，这种症状午时和子时各发生一次，而且3更天时，你的头顶和脚心会出现针扎般的疼痛，伴随着全身痉挛，持续至少半个时辰。我说的可有假？就在叶南天断断续续地讲完独孤博的病症之后，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脖子一松，下一秒他跌落回地面，双手捂着喉咙，不断的干呕。南天，这时赵无极回到了现场，他焦急地看着不远处被独孤博挟持的少年，眼睛通红，刀青筋在其额头上暴起。你要是敢过来，他现在就死。独孤博背对着他低吼道。此刻的他眼神中充满着震惊，看着眼前这个少年，随即身体微颤道：“看来你真的没有说谎。”这时，叶南天缓缓起身，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独孤博，眼神中依旧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依照你目前的症状，留给你的时间不会超过3年，而独孤雁，他没有你天分高，到不了你现在的成就，他的结局只会更惨。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留给他的时间
不会超过10年。瞬间，听闻叶南天话的3人皆是一震，尤其是独孤雁，在知道自己的寿命所剩可能不足10年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涌现出深深的恐惧。不可能，爷爷，你别听他胡说。作为正处在花季的少女，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将在不久后死去，而且死相会极其凄惨。而看了眼身旁孙女歇斯底里的模样，独孤博的眼眸中闪过一道落寞的伤感。难道当初瑞儿的死就是因为这？独孤瑞是他的儿子，当初也是在不过30的年岁就英年早逝，他死时就在独孤博面前化为一滩脓血，而他的儿媳也在长年累月的生活中不知不觉染上了他们家的剧毒，在儿子死后的第2天就突然暴毙而亡。儿子独孤瑞临死前的惨叫声至今还时不时萦绕在他的耳边，每想起他都悔恨不已。这些年来，他疯狂寻找解决之法，但是无数次的尝试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看着孙女日渐长大，他比任何人都担心他会重演自己父亲的悲剧。这些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但是今天从叶南天的话中，他算是明白，自己这孙女如果再没有有效的治疗之法，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只是时间问题。你所言当真？独孤博的语气很是平静，但是叶南天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份平静之下潜藏着怎样一股波涛汹涌。如果我所言为虚，您怎会留我性命到现在？见对方通过这样疑问的方式回答自己，独孤博嘴角一扯，随即露出一道略显狰狞的笑容。胆子不小，我再问你一遍，你当真知道化解我身上毒素之法？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独孤博的身体竟发出一阵的微颤。他苦苦寻找解决之法已经太久了，而今天他似乎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这叫他怎么不激动？我叶南天从不做无把握之事，能有几成把握？如果灵药充足，10成。听闻少年竟敢夸下海口，独孤博神色一怔，随即仰天大笑道：“10成，狂妄！行，我就让你试试，别想耍什么手段。如果被我发现，我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突然，独孤博神色一冷，语气瞬间变得极其狠厉。一旁的独孤雁这一刻也恢复了平静，但在听到少年竟狂言有10成的把握，他打心底怀疑的同时，也希望对方所言为真。这时，不远处的赵无极虽然没有听清2人具体交谈的内容，但是在看到独孤博仰天大笑后，他眉宇间的愁闷淡了几分。就在这时，独孤博转身看向赵无极，他的脸色恢复如常，一如既往的淡漠道：“你走吧，这小子先留在我这，是死是活就凭他的本事了。”独孤博，你什么意思？这时的赵无极已经完全不在乎长幼尊卑，直接直呼其名，咆哮道：“哼，赶紧滚！如果再让我听到你直呼我的名字，现在就死！赵老师，您先回去，放心，我会没事的。”这时，叶南天连忙打圆场道：“他是真害怕赵无极一个情绪激动就不顾其他上来拼命，一旦激怒独孤博，那可就真的不好办了。”而听弟子这么一说，赵无极脸上的愤怒稍有缓解，此刻的他已经冷静下来，开始权衡起了利弊。但是独孤博可不会站在这里等他做好决定，只见他直接抓起一旁的叶南天，随后牵着孙女的手，右脚一蹬，向着天空疾驰而去。而见对方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学员带走，赵无极再一次不可控制的情绪失控，他向着天空发出一声怒吼：“南天，我和院长会来救你，坚持住！”空中的疾风猛烈地捶打在自己的身上，此情此景让他不由想到刚降临到这个位面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被帝天带着前往天心湖的。而看着一旁被自己的爷爷保护得好好的独孤雁，他的脸上不禁泛起一阵苦笑。而就在这时，少女转身看见他如此狼狈的一幕，当即不由得嘴角一翘，眼神中闪过一阵报复的快感。不一会儿，3人缓缓在空中停下。叶南天低头看去，只见在其身下闪烁着5颜6色的耀眼光点，而在这繁星点点之间，矗立着2口颜色分明的潭口，一口烈红，一口冷蓝，两者泾渭分明，互不交融。而看到眼前这般景象，
叶南天双眸一亮，因为这里不是别的，正是斗罗中号称仙草聚宝盆的冰火两仪眼。随着三人缓缓下落，独孤博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即便是生活在这里已经有不少的年岁，他还是对这里充满戒备。这里虽然充满世间难遇的灵药仙草，但是同样也充斥着夺命镰刀般无声无息间就能夺人性命的毒物。就连独孤博这等大陆最擅长用毒的封号斗罗都得小心应对，可见其危险之大。机遇与风险并存，这才是冰火两仪眼真实的一面。都跟紧我，一旦踏错一步，后果很严重。落地之后，独孤博径直沿着一条弯弯扭扭的小道前行，随女独孤雁紧随其后。他的脸上此刻写满了紧张与不安，反而处在最末尾的叶南天一脸轻松平静。他早就看出来这条小路是人工开凿的，估计身为开凿者的那位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才探索出这么一条终南捷径。这时看向最前端的那道高大纤瘦的身影，叶南天的脸上不禁闪过一阵同情。很快，三人来到一片较为宽敞的空地，而这片地的一个角坐落着一间木屋。这里是安全地带，没有我的同意，你们谁也不能擅自离开。叮嘱完这句之后，独孤博一脸玩味地来到叶南天面前，说吧，你打算怎么化解我爷孙俩身上的毒素？没有任何废话，独孤博一上来就直接进入主题。而面对其如此盛气凌人的姿态，叶南天并没有慌张，而是微笑着说道：与其说是化解毒素，不如说是和他共生。哦，说来听听，您体内的碧鳞蛇皇毒来自于武魂，随着您的修为日渐精进，其毒性也在不断增强，到如今毒素反客为主，不断侵蚀着您的身体。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废话了，快说怎么解决。此刻的独孤博看着叶南天不紧不慢的样子，他的眼中闪烁一阵不耐烦。如果不是现在有求于眼前这个小子，他估计自己早就按捺不住脾气，一巴掌将对方扇死了。而见对方如此急切，叶南天微微一笑，随后道：您包括令千金的问题根结在于无法控制体内的毒素，我有一种可以将其化为内丹的方法，不过这需要以灵药为引，我保证不出半年，您和您孙女不仅能彻底解决这个病症，并且实力还能更上一层楼。一听这话，独孤博的眼睛瞬间一亮，提升实力那还是次要，最要紧的就是彻底解决困扰自己数十年的顽疾。你需要什么？5天之后，史莱克学院。砰！院长办公室大门被一股巨力直接撞开，老旧的墙体在此刻根本承受不住这如此巨大的力道，爆出道道交缠如蛛网般密集的裂缝。怎么回事，赵无极？这么冒冒失失，这墙都被你给震裂了，维修费从你工资里扣。看着满墙的裂痕，弗兰德只觉一阵肉疼。而这时，一旁的玉小刚在看见赵无极后，他的脸色瞬间一沉，随即撇过脸，不想和他发生任何交集。而赵无极自然也注意到他的存在，不过此刻的他可没有心情来找他的麻烦。南天被独孤博抓走了。此话一出，弗兰德和玉小刚都直接愣住了，下一秒皆是诧异的看向满脸着急的赵无极。你说的当真？弗兰德此刻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怎么也没想到，只是去单纯猎杀魂兽，竟遇到那尊活阎王。随后，赵无极将事情的经过巨细无遗地向着弗兰德讲述。而此时，操场之上正在晨练的7人看见赵无极火急火燎地赶往院长办公室，不禁好奇地讨论起来。赵老师，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慌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鬼知道，不过我没见叶南天啊，要是出了事的话，多半和他脱不了干系。戴沐白和马红俊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着，似乎根本没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唐三由于还在养伤，这些天一直都待在医务室，没有和众人一起进行晨练。而剩下4人在看见赵无极急切的身影，以及听到戴沐白2人之间的谈话后，他们的脸上皆是闪过一阵忧虑。小奥，你说南天哥真的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看着少女一脸的不安，奥斯卡急忙安慰道：蓉蓉，你别听他们瞎说，南天哥肯定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去处理，他那么厉害，肯定平安无事。此刻
院长办公室，弗兰德一脸凝重地看着赵无极，此刻他的脸色差到极致，眉头紧锁，眉宇间充斥着苦闷与忧愁。如果是一般的强者，哪怕是普通的封号斗罗，他都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进行周旋。但是不偏不巧的遇到的是一向独来独往、以阴狠毒辣著称的独孤博，这想要从对方手中捞人，希望极其渺茫。而这时，一旁的玉小刚不闲事地说起风凉话道：“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次你们去星斗大森林遇到了泰坦巨猿，这次换了落日森林，竟还能遇到独孤博。呵呵，玉小刚，你他妈找死！”那句话就如同往熊熊烈火中倒上满满一桶汽油，瞬间便点燃了赵无极心中的全部愤怒。这一刻，只见他抬手直击向玉小刚轰击而去。这一次的他没有任何留手，火力全开。今天他是要让这个软蛋明白，乱说话的下场究竟有多惨。轰！伴随着一道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刹那间烟尘四起，巨大的声响清晰地传入陈列中众人的耳朵里，他们身体皆是被这道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得浑身一颤，随即诧异地看向行政楼方向，到底出了什么事？很快烟尘散去，院长办公室靠南面的整片墙体直接在这次风波中灰飞烟灭，而整个房间内此刻是一片狼藉，碎木、碎石、碎玻璃溅得到处都是。此刻赵无极的进攻被一道铁翼死死拦住，而铁翼之下，弗兰德满脸无奈地盯着他道：“无极，冷静！你让老子怎么冷静？南天现在生死未卜，他倒在这里说起风凉话。弗兰德，今天你要是不让老子教训这个一无是处的软蛋，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就到此为止吧。”话音刚落，只见赵无极周身瞬间爆发出一道极强的金光，下一秒，自其身后那两道象征着万年的第五、第六魂环猛然一亮，轰！这一刻，大楼再也支撑不住，伴随着一声巨大持久的声响，这座屹立了数十年之久的老楼轰然倒塌。此刻，学院内的所有人皆是默默地看向这里，他们的目光中充满着震惊与不解。但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件事多半和玉小刚有关。时光一转，转眼间3个月已经过去。落日森林，冰火两仪眼，叶南天在晨曦的光辉之中缓缓收工，抱手归元。他双眸闭合，静静地呼吸着周围的源源不绝的灵气。随后，就在他缓缓睁开眼的时候，一道清亮的紫光自其眼眸一闪而过。混沌神魔观想法不愧是顶级的精神修炼功法，不仅能提升精神力质与量，在捕捉先天紫气方面竟也能有如此奇效。短短3个月的时间，竟让我直接达到了入微境界的紫级魔童。不，我并没有按照唐三的修炼路线，这不该叫这个名字，那就叫紫级玄童。叶南天明白，修炼紫级魔童的核心关键就是在黎明时分，通过特殊途径，用眼睛捕捉吸收到那刹那隐现的先天紫气。而现在的他完全能够通过混沌神魔观想法做到这点，虽然两者采用的手法不相一致，但结果殊途共归。而且叶南天坚信，他的这套来自元尊位面的顶级功法，其获取先天紫气的效果一定比唐三那个武侠位面的功法要强，而且强很多。叮，温馨提示，成长任务即将到期，请宿主尽快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而叶南天听闻，不禁眉头一皱道：“催，你是宿主，还我是宿主，别烦。”哦，带着委屈，系统隐去了声音，而叶南天环视着周围的景象，看着不远处的闪烁着耀眼光彩的奇异仙草，他的心里一阵心痒难耐。对于仙草，他早就眼馋许久，但是在没有彻底治好独孤博身上的病症之前，对方是绝对不会放他离开，更不用说让他采集这里的仙草。突然，狂风大作，叶南天猛地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木屋。此刻，木屋之内阴翳的毒光倾泻而出，极致的墨绿在这一刻充斥着整片空地。哈哈哈！苦心钻研30载，今天老夫终于降服体内积攒已久的碧鳞蛇毒，魂力更进一步，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下一秒，
一道绿光闪烁，身着灰色长袍的独孤博瞬间出现在叶南天身前。他炽热着双眸盯着眼前的少年，眼神中竟是那马上就要溢出眼角的兴奋。南天小子，独孤博在此谢过。说罢，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独孤博拱手向着少年微微鞠了一躬。虽然这幅度并非很大，但是要明白，他可是一名封号斗罗，站在整个斗罗大陆金字塔尖的存在。让他这么尊贵的强者给一个少年鞠躬，这得是多么大的恩情啊！使不得，南天只是尽力而为。独孤前辈能有今天这般造化，还多亏您那惊天伟地的盖世修为，否则换了谁也不可能仅只用3个月便完成了内丹的凝聚。如此一言，不仅很好的回应了对方的道谢，而且这马屁拍得十分精准。听后，独孤博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阵笑意。虽然这道笑容有些狰狞，哈哈哈！南天啊，你现在可算是我独孤家的大恩人了，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我独孤博定会全力满足。这3个月时间的相处下来，他对叶南天的感官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一开始充满不屑的敌意，到现在相谈甚欢的融洽。现在的他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少年，不仅实力傲视同辈，天资出众，而且为人谦逊，做事有勇有谋。最关键的是，他真的说到做到，不仅化解了他一直困扰他多年的蛇毒问题，而且也因为凝聚在丹田的那颗碧鳞蛇皇内丹，这使其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从91级提升到了92级。要知道，封号斗罗这等层次的强者，想要在修为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是难如登天的事情。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积累，再加上那一缕微妙的机缘，想要破境，希望十分渺茫。很多封号斗罗都是在完成获取第9魂环之后，便终身保持在原来的等级，此生再无半点精进。如此，叶南天的这份帮助无异于再造之恩，他完全担当得起这份沉甸甸的感谢。而叶南天也正为怎样获取仙草而犯愁，没想到对方就在这时候抛出这么一个由头。当真是及时雨，瞌睡时来送枕头。嗨嗨，独孤前辈，小子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嗨，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婆婆妈妈，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老夫若能满足，绝不含糊。此刻的独孤博，言语间颇有豪气万丈的霸气，甚至有这么一瞬间，都让人忘记他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阴狠老毒物了。那小子就斗胆向前辈讨要些许灵草，不知前辈能否割爱？叶南天小心翼翼地问道。而独孤博在听闻后，先是一愣，随即仰头大笑道：“我还以为你小子憋着这么个闷屁，究竟是闹哪样？原来就这啊！随便，这里的草药任你处置，方正我也不懂它们的功效。不过有一点要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立即呼救，我会立刻赶来。”说完，老毒物轻轻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转身便向着里屋走去。他的孙女还需要他的帮助才能顺利凝结内丹。而在得到其应允之后，叶南天看着不远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身姿的绝世仙草，他的眼中又金光闪烁。此刻，在他的眼中，那一株株仙草宛若一位位身着薄纱的绝美女子，正扭动着曼妙婀娜的身姿，向他发出致命的诱惑。唐三，抱歉了。就在这时，正在端坐在巨石之上修炼的唐三忽然感到一阵恶寒，一个没忍住，他不小心滚落而下，重重的摔倒在地。啊！行走在寒极阴泉和炽热阳泉之间，感受着来自身体两侧极冷和极热在身体之中相互厮杀。如果不是早早修炼神象镇狱境，他是万万不敢如此毫无防备的身处其中。而他最先看中的就是一株生长在泉水相交处的岸旁，拥有淡粉色花瓣的鲜花，其花蕊呈淡紫色，宛如一颗颗紫玛瑙般镶嵌在花心。仔细观察，发现其无半生叶，茎长3尺，每一片花瓣看上去如同水晶般晶莹剔透，轻轻一嗅，能闻见其散发出的淡淡的清香。这应该就是号称百毒克星，能够毒素的防毒仙草幽香绮罗仙品。说罢，他伸手一探，不一会儿，这株通体闪耀着璀璨夺目的淡紫光芒的幽香绮罗仙品便出现在他的掌心。
将其小心翼翼地收进储物戒指之中。它不需要被吞服，也不需要时刻佩戴在身上，只要将其放在魂导器之中，便能发挥其百毒不侵的功效。这就是仙草的神奇之处。有了它，叶南天对于这片危机四伏的冰火两仪眼算是彻底放心，可以如逛自家后花园，随心所欲地到往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不再像之前那般小心翼翼地依照着独孤博规划的路线探索。不一会儿，奇荣通天菊、八瓣仙兰、绮罗郁金香、鸡冠凤凰葵、水仙玉骨鸡、相思断肠红、九品紫芝、忘川秋水露等等赫赫有名的仙草全都被其收入囊中。而此行收获颇丰的他，最后将目标瞄准那2株生长于泉眼之中的2道遗珠——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随着叶南天越来越靠近泉眼，周身强烈的炽热灼烧感与极寒的冰冻感越发的激烈，2种极端的能量在他的体内肆虐横行。少年眉头微皱，但是他始终没有退缩，依旧坚定不移地向其缓慢地前行着。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终于来到2泉交汇处，只见他周身2侧，一侧靠近寒极阴泉的部分已经覆满层层坚冰，而靠近炽热阳泉一侧的肌肤早已在火红炽热的高温下炙烤得通红。剧烈的痛苦袭上全身，虽说现在的他不惧这极寒极冷中的毒素，但是这种极端的温度差还是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负荷。紧咬牙关，叶南天缓缓伸出手，同时向着2株仙草探去。终于在手指接触仙草的一瞬间，这种极寒和炽热的痛苦达到了巅峰。极致的痛苦此刻让少年不禁闷哼出声，没有任何犹豫，他一把抓起2株草，便直接送进自己的嘴巴。紧接着，他纵身一跳，没入这深不见底的极寒热泉之中。南天小子，出什么事了？感应到叶南天的气息突然消失，独孤博瞬间脸色一变，一道绿光闪烁，他再次出现在屋外，望着周围空无一人的冰火两仪眼，他的眼神迷茫中带着不安。随后，他将目光望向那2口一热一冷的泉眼，嘴巴低声喃喃道：“他的气息是在那里消失的，那小子不会是去里面了吧？”此刻，冰火两仪眼中，叶南天盘坐于泉眼底，一边是流动的火焰，一边是刺骨的寒冰。而就在这极端的环境之下，他体内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正疯狂地肆意着汹涌恐怖的能量。体内与体外双重的冰火炼狱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摧毁着他身体的每一寸。几个呼吸间，叶南天的身体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但同时又有一股力量不断修复着他的肉身。这股力量丝毫不逊色于2大仙草，2者就在他的体内不断角力，而叶南天的身体也在这不断的毁灭与新生之中轮回不休。不能倒下，这些痛苦怎能让我在这里倒下？意志很快来到了极限，叶南天攥着双拳，死咬牙关，他紧闭双眸，用自己仅剩的意志力去对抗着极致的痛苦。汗水与鲜血在这个过程中缓缓融入2泉之中，最终引点融进了泉底的地面。不知过了多久，当泉底的一切回归于宁静，叶南天一如既往地盘坐于泉底。此刻的他周身光洁如玉，通体散发着若隐若现的金光，每一处的肌肉都充满着力量感，虽不夸张，但棱角分明，线条清晰可见。这具躯体宛若天宫锻造的无上宝器，以真挚完美无瑕之境。在极致冰与火的锻造下，我体内后天之垢已经清除一空，终于达到了传说中先天之体的状态了吗？叶南天闭着双眼，感受着身体发生的种种变化。所谓先天之境，是一种近乎本源的状态，肉身入此境者能够直接沟通天地灵气，修炼速度提升数倍的同时，也具有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之特征。我现在的肉身素质，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和魂圣强者贴身肉搏应不落下风。对于身体蜕变为先天之躯，叶南天很是满意。不仅如此，他还感受到在自己身体深处还潜藏着2株仙草大量能量。他明白，这些都会在他获取魂环的那一刻一齐释放，到时会将他的魂力再次推升一个台阶。一想到这，他就恨不得立刻出去。但就在这时，白帝的声音忽然在他的耳边响起：“小子，可否帮老夫一个忙？”
听闻叶南天身体一怔，随即道：“前辈尽管吩咐，南天若能做到，定会全力以赴。”虽然白龙王已经成为了他的魂灵，但是叶南天清楚，这都是在银龙王的旨意下，对方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自从离开天心湖之后，他极少会主动找自己说话。这次破天荒的主动找自己帮忙，这个忙他一定要接下，不管最终能不能实现，至少能给其留下一个好印象。毕竟他们现在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叶南天能够使用他赋予的魂技，也是得到了他的默许，否则的话，他休想发挥出半点威力。这就是魂灵与魂环之间的区别，魂技使用的主动权其实是掌握在魂兽一方，因此与每一位魂灵搞好关系，将是未来魂师的必修课。在这地下埋藏着我同胞的尸骨，我希望你能暂且将身体借我一用，我来将他们沉睡的灵魂唤醒。一听对方这一请求，叶南天没有犹豫，随即肯定地答复道：“白族长尽管来，我没有问题。”说罢，他的意识就沉溺于精神识海的一角，而白帝见状也没有任何拖沓，直接接管了叶南天的身体。当少年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只见他原来人类的瞳眸已经转变成为一双闪烁着耀眼白光的龙瞳。下一秒，他缓缓开口，随即念出一串陌生浑厚的字符：“南天，你说白哥嘴里念叨的是什么？我怎么感觉只是听着就觉得身体坠坠的，那种沉重感好压抑哦。应该是他们龙族之间的言灵。龙族不愧是站在魂兽金字塔尖的存在，说个话都能让人这么难受。你不是人，是之残哦。”随着白帝口中不断发出言灵，原本平静的冰火两仪眼开始剧烈震动，沸腾起来。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独孤博一脸震惊地看着颤抖摇晃的一切，他立即转身回到屋内，护住自己的孙女，同时也在不断用自己的灵识感受着外界的变化。哦，突然，两道光瞬间自泉眼爆射而出，直插云霄，空气之中，道道浑厚有力的龙吟遨游在满天虚空之中。万年了，白帝，你终于来了。龙族是要准备反攻了吗？走，白帝，我们一起杀回神界，姑要让那些众神付出血的代价。此刻，感受到周围传来的阵阵激烈高昂的龙吟，叶南天和天梦皆是缩在精神识海的一角，瑟瑟发抖。这是唤醒了两尊龙王啊！不一会儿，只见泉眼之中浮现出两尊龙首，威猛雄霸，大有气吞山河、睥睨天下之感。怎会有人类在此？还有白帝，你怎么附身于一个人类？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哥何须多言，直接灭了他便是。这群可恶的人类和那些众神都一个样，这群臭虫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都该死，该死！说话间，叶南天只觉炽热阳泉的温度直线飙升。原本他早已完全适应，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恐怖高温，他还是不禁眉头紧皱，身体刹那间进入警备防御的状态。炎黄，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暴脾气，做事那么容易冲动。我看龙神是将他全部的蛮横都传给你了。白帝此刻看见自己的同胞，他的眼睛里涌现出一道难得的喜悦。作为龙神创造的10大龙王，他们相伴了无尽岁月，彼此之间早已形成深深的羁绊。正如人间四喜之一，他乡遇故知。自从战败退入下界之后，他们已经有数万年没有相见了，可想而知，在遇到同类时，内心究竟是有多么激动。而这时，见精神识海中的少年有些难以承受炎黄那恐怖至极的高温，白帝随即出声道：“好了好了，炎黄，控制一下自己。这小子不仅对我有大用，对于你们，相信也是如此。”哦，你什么意思？顷刻间，炎黄被白帝这番话所吸引，他先是瞥了眼一旁的叶南天，随即透过骑龙瞳直视着对方，眼眸中带着深深的好奇。而此刻，白帝也收起了笑容，他一脸郑重。炎黄、水皇，白帝此番前来是想给两位提供一个选择。这一刻，寒暄结束，白龙王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直奔主题道：“说来听听。”这时，一旁的水皇出声道：“
从一开始，他就在不断观察着叶南天的身体。他发现这副躯体竟然没有一丝后天之垢，完全达到了纯洁无垢的状态，这在他所见过的人类中极其罕见。不仅如此，他发现在少年的灵台中似乎还潜藏着另外2道生命气息，这愈发激发了他的好奇。而此时见其好奇，白龙王眼神闪烁，随即将叶南天前往天心湖底后的遭遇细致地向着2位龙王娓娓道来。许久，当白帝讲述完之后，他选择功成身退，把身体重新还给了叶南天。小子，我知道你现在正需要魂环，这次机遇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自己接下来的表现了。其实他帮叶南天只是顺带，最重要的是此番前来是想帮助2位龙王获得重生。他们的神躯早已在当年的神界大战中灰飞烟灭，此刻是神魂附着在魂骨之上得以苟延残喘，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终有一天会耗尽魂骨内的神力，最终还是会生死道消。而魂灵契约术让他看到了希望。其实自从看见了魂灵契约术的巨大价值，他就已经开始盘算着这些。当年10大龙王大多在神界大战中身受重伤，他们或如眼前水，或2大龙王肉身湮灭，不得不出此下策，或如当初他那般拖着惨死之躯等待死亡降临。要知道，他们在神界那都是顶天立地的存在，个个修为早已超100万年。而如今为了活下去，他们只得不断的燃烧修为来为自己续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成为叶南天魂灵之后，他的魂灵年限仅只为40万年。而水火2大龙王如今这般惨状，所剩的修为只会更少，这才是他迫切想要唤醒2龙王的最大原因。而这个道理，叶南天同样明白。其实在他进入这里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泉水深处那2道若有似无的龙王气息，这可能和他的东方青龙武魂有关，对于同类的气息总是比较敏感。他也在考虑要不要和白帝商量将2大龙王唤醒，但是这个决策不好做。首先，唤醒休眠状态的龙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白帝那龙语言灵，就算他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任何回应。其次，唤醒龙王需要其付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此刻都是维系着他们生命的救命粮草，这其中的得失问题需要好好的考量。白帝前辈良苦用心，南天在此谢过。向着白龙王行了大礼之后，意识重归肉身，他抖擞精神，目光坚定地看着面前悬浮着的2尊巨大的龙首。此刻整个泉底一片寂静，炎黄和水皇此刻都陷入了沉思之中。刚刚的白帝一席话带给他们的冲击实在过于巨大，这让其不得不慎重对待。而感受到叶南天身上的气息发生改变，2位龙王从深思状态中抽离，随即龙瞳庄严肃穆地盯着少年道：“可否将主上的令牌给我2龙一关？”话音刚落，叶南天轻轻一抬手，食指上的那枚储物戒指白光一闪，随即一道闪烁着七彩光晕，表面活灵活现浮动着一尊英武霸气银龙的令牌出现在其掌心。一刹那，2龙的脸色瞬间一变，随即齐声惊呼道：“主上的气息！”下一秒，2尊龙首低下头颅，向着这道令牌郑重地行了大礼。随后，当他们再次看向少年的时候，瞳孔中的最后一丝不信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叫什么名字？”“叶南天。”“行，南天，我和炎黄愿意和你缔结魂灵契约，没有任何扯皮，也没有任何反抗与挣扎，一切顺利的都有些出乎叶南天的预料。但这一切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毕竟都到这个份上了，如果再放不下心里那份自视甚高的骄傲，那么等待自己的很可能就是死亡。不过真正让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在亲眼目睹白帝的状态，感觉到其身上那旺盛的生命力后，他们明白这或许是自己唯一的出路。最终他们决定冒险一试，他们想要看看眼前这个人类少年究竟能够他们带来多大的惊喜。而此刻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叶南天微微一笑，他抬起手，呼吸之间便在虚空之中刻印出2道武魂纹，一道是象征着无尽生命力的东方青龙，
一道是代表着毁灭一切的灭世麒麟。生命的绿光与毁灭的紫光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着面前闪烁着滔天威压的武魂纹，两大龙王皆是一惊。双生武魂这件事已经足够令他们惊讶，但真正震撼到他们的却是其所散发出的滔天威压。他们作为仅次于龙神的存在，本身就已经站在绝大部分魂兽之上。但是今天，他们发现叶南天身上的这两道武魂气息不仅不弱于自己，甚至隐隐有压过、超越自己的趋势。这让长久处在食物链顶端上的两大龙王怎么不感到震惊？看着面前微笑的叶南天，这一刻，他们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已经彻底消散。这等强大的武魂，这等非凡的天资，估计也只有这样的条件存在，他们才会真的相信他是能够创造改变世界的天选之子。下一秒，没有任何犹豫，两大龙王运转自己的神力注入其中。水龙王选择了东方青龙武魂纹，他的强大的生命之力与其较为契合，而火龙王则选择充满毁灭气息的灭世麒麟，两者相辅相成，可谓合适至极。刹那间，虚空之中泛起道道金光，靡靡梵音若隐若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光越来越强，最后吞没了一切。不一会儿，所有的一切回归宁静，大地不再颤抖，树木不再摇晃。被惊扰的飞禽走兽也安然无恙的回归，一切一如往常的祥和宁静，仿佛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宛如一场梦。独孤博此刻负手而立于冰火两仪眼泉边，他神情肃穆地盯着那冰火分明的泉水，嘴里喃喃道：“或许老夫是时候出山了。”此刻，叶南天盘坐于泉底，他的身上没有丝毫魂力波动，此时的他宛如一个普通人，但是仔细一看，便能发现在其周身，一赤红一灿烂，两道神光流转，龙吟声不绝如缕，浑厚悠扬。精神识海中，天梦颤颤巍巍地看着两位新来的大佬。虽然他的修为在这里是最高的，但是在这三大曾经搅动风云的龙王面前，他还是乖乖地当好小弟角色。水皇大人，炎皇大人，我叫天梦，是指100万年的天梦冰蚕。今天有幸和两位大人成为南天的魂灵，我倍感荣幸。看着天梦局促不安、诚惶诚恐的样子，白帝微微一笑，随即化为一道俊秀的男子上前拍了拍天梦的肩头，道：“小天，你不用紧张，咱们既然都成了这小子的魂灵，大家以后的关系就是平等的，放轻松。”紧接着，他轻搂着天梦的肩膀，随即转身笑着看向面前的两大龙王。水皇、炎皇，天梦胆小，你们这两大老粗可别吓着他。说谁大老粗呢？话音刚落，只见水龙王周身一阵苍蓝光芒一闪，下一秒，其原本如小山一般巨大的龙躯瞬间消失。当再次出现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一位身着淡蓝色长裙、披着海蓝色波浪卷发的绝美女子。而见到水皇倾国倾城的容颜，天梦瞬间呆愣在原地。他原本以为对方化为人形应该是和白帝一样的英俊男子形象，没想到对方竟然是雌性，而且如此美丽。哼，要不是老夫这些年修为折损了不少，今天一定要跟你杀个昏天暗地。说话间，火龙王周身赤红光芒一闪，随即幻化成为一位身材壮实、肌肉紧实、略显夸张的红发肌肉男。淡淡的赤红的火焰在其体表流转，隐约闪烁间充斥着毁灭气息。看着对方魁梧的身材、硬朗严肃的面容，天梦有些害怕地缩在白帝身旁。此刻仿佛只有他能够带给自己安全感。外界，叶南天稳定了身体的气息，他缓缓在心底向系统发出指令：“系统，将我的信息面板给我看下。”话音刚落，一片水晶光幕便浮现在叶南天眼前。宿主叶南天，武魂东方青龙，灭世麒麟，等级36级，魂尊，魂灵100万年天梦冰蚕，40万年白龙王，30万年火龙王，30万年水龙王。魂技精神探测、精神共享、精神干扰、灵魂冲击、生命反射之盾、龙皇战神变、龙皇须弥闪、
龙皇天水变、龙皇求天阵、麒麟裂天波、麒麟焚天变。精神力4990，灵海境功法，九秘者自觉，神象镇狱进前卷。丁，温馨提示：宿主现拥有3大变身增幅魂技，同一武魂使用时可叠加使用，但魂力消耗将十分恐怖，建议宿主根据使用环境灵活切换哦。丁，恭喜宿主超额完成成长任务，奖励9秘皆自觉。瞬间，海量的信息醍醐灌顶般涌入叶南天的脑海，待其熟悉之后，瞬间眼眸一亮，竟然奖励皆自觉，一旦触发成功，那可是顷刻间获得10倍战力啊！而且这概率会随着我习得的9秘数量增加而不断递增。系统啊，你这是想让我分分钟跃几个大境界对战强敌呀？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习得皆自觉之后，他依然有一种处在云端一般飘飘然之感。随后，他内视周身，随即手中储物戒指七彩银光一闪，下一秒，一株闪耀着灿金光芒，通体碧绿，药草中央3片雪白的细叶之上有几滴水珠，就像是清晨流下的露水。体内的魂力已经在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强大药力下推至36级顶峰，精神力也同样到达瓶颈。望穿秋水路，希望你能助我突破这2层桎梏。说完，他捧着这株仙草，闭上双眸，将其上的露水一饮而尽。哦，瞬间，自其爆射出一道璀璨的金光，自其眼眸爆发，随即传遍全身。咔嚓，一道声音宛如玻璃碎裂，在他的脑海中响起。一瞬间，他只觉自己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所有的一切，只要他定睛一看，都能轻而易举地穿透其表象纹理，直达更深层的本质。此刻，他的精神使海内发生阵阵滔天巨浪，4大魂灵此刻升到虚空之中，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如此年纪就拥有这般浩瀚深邃的精神力，你说他会不会在未来还没晋升神奇之前就能诞生神识啊？不可能，神识诞生的条件太过苛刻，如果没有神位、神格，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倒是希望他能做到，这样就能避免。看着水皇也顾虑道。白帝此刻微笑着看着远处不断拓展的石海边界道：“你是想说这小子在将来继承神位的时候，咱们的存在会暴露吧？”水皇没有说话，但是此时的默认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绝不会允许我们重返神界，定会在传承考核的时候想方设法将我们神识抹除。白帝，你说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闻言，白帝逐渐收敛了自己脸上的微笑，随即换上一脸凝重严肃。他明白水皇的担心并无道理，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叶南天被那些众神看上是迟早的事情，甚至得到神王的青睐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等到了那个时候，即便他本人拒绝了神位传承，但是也就意味着他终其一生只能一个凡人，而凡人的力量在神奇面前简直连蝼蚁都算不上。到时候别说帮他们魂兽改善处境，连他自己都逃不过岁月的侵蚀，200-300年后便会身死道消。但如果他选择接受神位，那么就如同水龙王所说的那般，对方一定会想尽办法将他们的神识抹除。到那时，以他们现在的力量根本无法反抗，只得任人宰割。而今水皇一语将这个潜在的矛盾晾在众魂灵面前，这是他们必须考虑也必须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许久，当石海的拓展完成之后，炎黄突然厉声道：“现在担心受怕有什么用？大不了同归于尽，我死都不会让那些臭虫得到半点好处，绝不！”话音刚落，只见原本刚刚平静下来的精神石海瞬间掀起阵阵滔天巨浪，此刻恐怖的烈焰将整个空间燃烧的一片赤红，无声地倾泻着无边的愤怒。炎黄大人，您冷静一点，这里是南天的精神石海，您再不控制神力，他会崩溃的。天梦此刻一边劝慰着处于失控的火龙王，一边拼命用自己的精神力修复着受损的精神石海。但是他所有海量磅礴的精神力，但是火龙王此刻宣泄的可是更高级、更强大的神力啊！这就导致他修复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对方破坏速度。而这时，
一旁的白龙王和水龙王也出手了，他们运转神力，一边压制着火龙王，一边稳住即将崩溃的精神石海。好一会儿，局面才有所缓解。此刻，外界的叶南天状态可谓是极差，他刚刚魂力突破至37级，精神力也同时冲破5000关口，晋升至灵渊境。就在他准备小小庆祝一番时，火龙王突然失控，其溢出的龙王神力顷刻间弄得整个石海空间濒临崩溃。这在给他带来精神重创的同时，也让其意识瞬间陷入看昏厥。等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周身一切安然无恙。仔细检查一番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精神石海一探究竟。此刻，石海内，火龙王已经在另外2大龙王的镇压安抚之下，渐渐恢复理智。一旁的天梦正游荡在空间的各个角落，修复着破损的空间。这时，叶南天的精神体降临，而火龙王在见到少年的瞬间，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小子，刚刚姑没有控制好神力，给你的石海弄成这样，抱歉了啊。”虽说火龙王的脾气刚烈且易怒，但是对于自己犯下的过错，他承担起来还是利利索索，没有那种久居高位大人物的抹不开脸面。或许他们魂兽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人类还是有着诸多的差别。没事没事，我就是好奇刚刚究竟发生什么了，惹得您发这么大的脾气。南天小子，事情是这样的。这时，一旁的白帝开口将事情的经过讲给叶南天。不一会儿，在听闻来龙去脉之后，少年也陷入了深思。这是个在不久的将来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目前的形势，众神断然不会允许魂兽踏入神界半步，已经发现定会全力抹杀。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个道理谁都懂。而他如果仅仅是以人类之躯，想要完成主线任务基本不可能。一时间，少年也不禁开始犯难。经过他们这一提醒，现在他要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斗罗大陆上的事情，还要将神界诸神的利害关系也一并考虑其中。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系统给我的魂灵契约数，没想到会成为后期任务进展的阻碍。现在究竟该如何是好呢？面对这近乎可以看作无解的死局，叶南天的心底不禁生出一阵无力感。有没有直接绕开神位继承，同时又能拥有完整的神力、神格以及神识的方法呢？瞬间，他眼睛一亮，随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想法：创造神位。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如同决堤的洪水，在他的心间奔腾不息。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总是能在困境之中激发出无穷的潜力，而这些潜力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为改写一切的砝码。系统如何创造神位？遇事不决，先问系统，这是叶南天长久以来养成的优良习惯。宿主目前等级不够，系统无法提供相关信息。等级不够哦，等级够了就能知道。也就是说，我最多到极限斗罗就能知道创造神位的方法。谢谢你啊，系统，请宿主不要卡 bug， 这样真的很没有礼貌。哦，这样子货。虽说现在他的等级不够，没有权限得知具体的方法，但至少他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创造神位这条路确实走得通。系统明显知道具体需要的材料以及操作方法，这点很重要。这时，回过神来的他看向众魂灵道：“既然神位继承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为何不创造神位？”此话一出，不仅是天梦，另外3大龙王此刻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少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说出如此天方夜谭之话。南天，你没事吧？白帝等一众龙王目瞪口呆地盯着叶南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少年竟此刻会生出如此惊天的想法。哈哈哈哈！创造神位，小子，你可真敢想！哈哈哈！突然，火龙王仰天长啸，随即看向少年，满脸的震惊与欣赏。光是这份胆魄，小子，你很合我的胃口。说罢，炎黄上前鼓励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而这时，一旁的水龙王话锋一转道：“想法很美好，不过还是太天真。创造神位这种事情，就连如今咱们主上都做不到。咱们神兽一族当中，
只有龙神掌握创造的方法，而他早已在神界大战中陨落。至于那些臭虫，他们当中的5大神王，估计也只有生命女神可能掌握着方法，那不是你能接触的领域。一旁的2大龙王听闻水皇的话后，也是默认表示赞同。南天，这个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创造神位可不是小孩过家家，那可是触及位面本源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即便在神界也是绝对的禁忌，万万不可触碰。白帝出声安慰道。他明白少年是想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他们躲避神奇绞杀的方法，但是这个想法实在过于惊人，同时又过于禁忌。因此，在少年将其告诉他们后的第一时间，白帝便想让他打消这个想法，因为他不想看着这个青年才俊从此走上一条死路。不只是他，其他2位龙王对此也是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没有选择嘲笑讥讽，已经是给予少年以最大的尊重。然而，听闻此言的叶南天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失落，他也清楚自己的想法究竟是多么的异想天开，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有了系统在他的背后做支撑，即便是面对再大的质疑，他也能时刻坚信自己内心的想法，绝不动摇。质疑就是用来打破的，奇迹就是用来创造的。多谢3位龙王的点拨，南天受益匪浅。少年向着3位龙王微微鞠了一躬，表示尊敬。而就在这时，天梦来到叶南天的身旁，他的脸上虽然还是带着些许的疑虑，但是眼神深处还是闪烁着信任的光芒。南天，虽然我不懂创造神位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放手去做吧，我会一直支持你的。看着一旁和自己同样少年模样的天梦，叶南天眼神闪烁，随即微微一笑，上前搂着对方的肩头道：谢谢你的信任，我会努力的。对于这2少年此刻的对话，3大龙王纯当时他们在互相勉励，根本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叶南天明白，此刻说再多都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当他有一天真真实实的将成果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会真的相信。这就是现实。众人并没有在这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上纠缠过久，毕竟这个离他们现在还有一段距离。不过3大龙王很快也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让叶南天真正成长起来。为此，他们决定等到少年下次准备破境晋升之时，就带他前往其他的龙王密地。而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幸福，叶南天也是欣喜若狂。至于这其中有多少风险，那都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一点他清楚，那就是他以后再也不会为魂灵的事情而烦忧了。不一会儿，意识回归肉身，叶南天抬头向上定睛一看，只见他瞳孔瞬间闪过一道浓郁至极的紫光，紫极玄瞳。瞬间，泉水外的一切尽收眼底，任何细微之处，只要他想，都可以细致入微的洞察。甚至空气中隐约流动着的能量波动都能被其所感知到。这就是芥子境界吗？忘川秋水路果真名不虚传。下一秒，他右脚一蹬，整个人瞬间如同离线的箭一般直冲向水面。哗啦，一道清脆响亮的水声响起，随即一道残影掠过虚空。下一秒，叶南天出现在泉眼旁，而就在他现身的一瞬间，一道绿光在其身旁闪烁。独孤博刹那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南天小子，你可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你……在看见叶南天安然无恙后，独孤博起初的反应是欣喜，但是在魂力扫过少年周身之后，他的瞳孔猛地一缩，紧接着整个人瞬间陷入了震惊的呆滞之中，空气瞬间凝固。这一刻，寂静充斥着一切。许久，独孤博轻微颤抖着嘴巴出声道：不可能，37级，我记得你消失之前明明才29级，这不到3天的功夫，你就提升了整整7级，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吧。这也不怪独孤博如此震惊，这要是换做任何一人，这时候多半也是不相信，毕竟这不仅横跨一个大境界，而且一次整整提升7级，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少年微微一笑，随即用这里的仙草为由解释道。而听完叶南天编造的故事，
即便心中依然存有疑虑，独孤博也不得不相信。毕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够解释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呢？罢了，你能取得这等成就是你的机遇，老夫我也不该多问。可叹啊，我守着这么一座宝山这么多年，没想到最后反而成全了你这小子。南天啊，你说你该如何报答老夫我才好呢？说罢，独孤博一脸玩味地看向少年，而面对着老毒这不怀好意的笑意，不知怎的，叶南天心中突然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独孤前辈若有要求，尽管提。南天若能做到，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毕竟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他占了对方这么大便宜，出一出血也是应该的。吱呀！这时，独孤雁安静地推开房门，从木屋内走出。此刻，他已经和独孤博一样，将体内全部毒素转化为内丹，更是在不久前猎取了心仪的魂环，实力更上一层楼，达到了32级。整个人身上的气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爷爷和那家伙在说些什么？走过去瞧瞧去。小子，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让我的孙女成为你的伴侣。话音刚落，叶南天瞳孔猛地一缩，随即整个人都陷入了一刹那的呆滞之中。他已经做好对方狮子大开口的准备，但是万万没想到其提出的条件竟然是这个。这一刻，他只觉这个世界有些太过荒谬，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爷爷，你说什么呢？这时，独孤雁的吼声从不远处传来，两人闻声看去，只见一位身材婀娜、面容精致的少女正怒气冲冲地朝着两人走来。再见独孤雁，叶南天发现对方的容颜虽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其身上的气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少女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条锋芒毕露的毒蛇，那么现在这条毒蛇学会了隐匿自己的凶芒，像个猎人一般，只待时机成熟就给予敌手以致命一击。他知道这个转变一定与其控制住体内的毒素有关，同时少年也明白对方的将来的成就一定会很高，甚至达到他爷爷的水平也并非不可能。此刻完完整整的听清两人对话的独孤雁满脸羞怒的来到两人面前，他先是向少年轻轻点了点头，随后怒气冲冲的看向自己的爷爷道：爷爷，你别在这给我乱点鸳鸯谱，我有男朋友的好吧？天恒哥你是见过的，为什么现在非要我和他在一起啊？少女的眼神中充满着倔强，而面对孙女愤怒的质问，独孤博微笑着伸手抚摸着少女的头顶道：玉天恒那小子和南天比可就差远了，你别看他现在不过13岁，你知道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什么层次了吗？哼，听你这话还能多高不成？难不成和我一样也是32级？他的年龄和叶南天相仿，比他只大出约莫1岁，能够在这个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已经足以列进天才行列。32级，哈哈哈！燕燕啊，今天就让你见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南天他现在的魂力已经到了37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现在和玉天恒在魂力上应当是稳稳超过他了吧？37级，这怎么可能？独孤雁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叶南天，如果不是自己这个封号斗罗的爷爷亲眼，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叶南天的修为会超过他这么多。在他的印象中，对方前不久还是和他一起准备猎杀魂兽、准备晋级魂尊的大魂师，没想到才几天过去，对方不仅在魂力上将自己甩开10万8千里，更是马上就要触摸到魂宗境界的门槛。这种恐怖的晋升速度，换做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但是自己的爷爷可是封号斗罗啊，作为大陆上的顶级强者，在魂力的判定，没有人比他们更精准。事到如今，即便心里有1万个不愿意相信，但是他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瞬间，刚刚破镜的优越感刹那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而看着孙女不甘落寞的低下头，独孤博的眼神中闪过一阵心疼。但是他明白，今天必须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才，不然的话，他很担心自己的孙女在蛇毒问题解决后会陷入骄傲自大之中，
那样只会令其固步自封，终身别想踏足封号的殿堂。怎么样，南天？只要燕燕能当你的伴侣，我这里的一切，包括老夫我在内，从今以后任你驱使。你好好想想。独孤博一脸兴奋地等待着少年的答复，但就在这时，一旁本处在失落当中的少女猛然抬起头，随即大声怒斥向独孤博道：“爷爷，你到底有没有在乎我的感受？我再说一遍，我有男朋友，天恒哥就是我的伴侣，我不需要你在这件事情上多指手画脚。我不同意，我绝不同意。”此刻的独孤雁宛若惹急了炸毛的小狮子，她的眼角夹杂着热泪，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地向着自己的爷爷发出尖锐至极的抗议。而见少女如此强硬的姿态，独孤博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随即换上了一副长者的威严。燕燕，听爷爷一句话，玉天恒之所以和你交好，是看在你爷爷我的面子上，他们是想要通过拉拢你来达到笼络我的目的。你不会真以为那小子是真心爱你吧？要不要我将他背着你干的那些风流脏事跟你说道说道？我不听，我不听！天恒哥绝对不像你口中那般不堪，你一定是想逼我就范。爷爷，你让我太失望了，我讨厌你！说完，少女狠狠抹了抹眼角，转身气呼呼向着木屋跑去。而见到孙女这般，独孤博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但是手在伸出一半的时候，他还是停了下来。哎，孩子大了，翅膀硬了，不听劝了。看着独孤博一脸无奈望着孙女背影沉重叹气的模样，不知怎的，叶南天觉得这一瞬间的独斗罗突然苍老了几岁。独孤前辈，那玉天恒当真如你说的那般不堪吗？叶南天小心翼翼地好奇问道。哎，毕竟是燕燕交谈的对象，私底下我还是调查过一番的。只不过之前碍于他是蓝电霸王家的人，一直不好和他点名。今天本想趁此机会让燕燕看清那小子的嘴脸，没想到被我给弄砸了。哎，那您是真想让我和您孙女谈吗？咋了？我孙女和你在一起委屈你了不成？看着独孤博投来的一道略微阴冷的目光，叶南天连忙摆手解释道：啊，不，独孤前辈您别误会，小子想说的是，这恋爱啊是两个人的事情，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在咱们这一代更多的还是流行自由恋爱，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你也清楚嘛。再说了，咱们都还小，这事儿以后还有机会吗？为了不引起这位大人物的反感，叶南天一直小心着自己的措辞，生怕哪点没说话惹得对方不满。而听闻少年这番话，独孤博望着不远处的木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道：有点道理，既然这样，那这事就先放放。不过我这可就当你是答应了，不准反悔啊！索托城巴拉克高级综合疗养院贵宾病房，玉玄宗此刻负手而立，静静地看着面前浑身缠绕着绑带的玉天恒，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这是他的儿子，3个多月过去了，没想到还依旧是这副半死不